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各位。咱们家等人往里进去啊！我也给你们点时间适应一下，好不好？咱等一会儿，我等会儿再跟你们唠。我先给你们点时间，你们适应一下。把这首歌听完吧。哎呀，啥呀，朋友们啊！我今天好不容易弄个新造型，我嘎进来，你们都说什么屁话？你们在那儿啊？我寻思今天弄个帅气的，弄个就是一点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一个造型，给你们一个 surprise。你们直接进来问我这什么玩意儿？宁哥，你这是什么60岁造型吗？你这是？你是宁哥，你现在是 cos 你60岁造型，头发都白了。还有朋友说进来这是什么玩意儿，白乎花了，我以为我手机坏了呢。那什么玩意儿你们？先给你们弄一个不一样的我，然后你给我整了，我有点尴尬，播不下去了，有点。我刚开播，朋友们。我穿这个衣服就是这种，这个叫做激动风，就很激动，啊，机器的机，动起来的动，激动风。你跟我说宁哥，你的背夹吧，是我是有点驼背，但也不至于说我直个播我还在矫正我自己，我有多么的就是这个自律，这叫激动风。你们怎么看完一点也不激动？北方的北风。有谁听懂？看吧，我把我健身手套都拿出来戴上，就是为了匹配这个造型。你们这帮什么玩意儿？你们一点不懂，不懂什么叫时尚。呼啸而过又是什么内容？后的刻在无。有朋友说什么鬼？什么鬼？愁死我！
服了，下播吧。今天心情没了，刚一开播5分钟，心情没了，崩溃了，神经没了啊！专注，许下一个愿，走自己的路。要去的表情，谁来护送？故事里的人物都在途中，朝天道酬勤，问谁还清醒？与一起为邻，我好几个雨，刚有朋友说下播吧，我说我不播了，我下播了，5分钟心情没了。有朋友说那你下播吧，我怀疑你是不是别人家粉丝啊？是不是你爱豆不直播被我卷到了？然后当时你赶紧让我你也别下了，咱们来个就是共同退步。我就不。有朋友说直接给我来一招同归于尽是吧？你的这个你喜欢的爱豆不播，然后我播，你就说你也别播了吧，要不咱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线好吗？我不，我就播，我卷死他们。因为我把头发摘了吧，真不习惯，我就不。我非常不喜欢一件事，就是你来控制我。你说我干什么？你造型师啊？我都告诉你，我妈说话我都不听，我都跟她犟嘴。小时候也没少挨打，我妈话我都不听，我能听你的？搞笑啊！有朋友说宁哥，你这个寓意是要跟我们说来一个白头偕老，是不是？我回你一句成语，叫做胡思乱想啊。有朋友说自作多情，我觉得那有点狠了。有点狠了，那个有点狠了。你没不是说是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也不是啊。你们用成语能不能别像我一样这么不恰当？是不是？你们得恰当一点啊，稍微温和一点，胡思乱想啊。什么痴心妄想？不是。的表情，谁来护送？故事里的人物都在途中，这天道酬勤，问谁还清醒？我说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在我直播间以后不要叫我那个爷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名号。刚才有朋友说，那你今天这个造型有点像我外公。所以啊，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说我的粉丝群体年龄有点偏大，这玩意儿吧，不无道理，接受不了新鲜事物。你说我说你们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吗？没有，就是，哎。你现在要证明自己年轻，马上就是哎，我突然接受了。证明自己年轻啊！有朋友像我妈一头白发，你妈那头白发都是就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让你操心操的都是啊！你还搁那沾沾自喜，哎，为什么我的直播总蹦这么多成语呢？你还在那沾沾自喜？你妈一头白发都是因为被你气的，被你这个为你操心操的。啊！赶紧上网给你带你妈到那个理发店去焗个油去。
有朋友说，宁哥你怼人啊真厉害，就是你怼完人吧也还生不起气来。我怼人呢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我不是说真正的人身攻击。我人身攻击还行，那是素质问题了，就是开玩笑的，都是开玩笑的啊，都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恶意的，这个出发点你就都不会生气，嗯。一般开播就互怼嘛，也不是我今天本来以一个就是正常人的形象想跟你们就是好好聊一聊，结果上来就是给我一顿嘲讽啊，说你这头发你是怎么了？你这头发是白头发了？妈呀，这造型太吓人了！说我是不是进错直播间了？啊、有谁这么勤劳，在这个点还在给你们直播？除了带货的那些朋友们，心里有点数啊，有点数。啊！其实我真的是因为这个假发买了好长时间了啊，因为我之前买那个蜘蛛侠，买那个超人那个衣服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这个了，但始终没用。今天呢，我就想说，那我今天寻思就是给你们来一个不一样的造型，我就想了好几个造型。想了一个什么呢？想了一个霸道总裁。霸道总裁我寻思我也用过，我就想了一个就特别中二的，然后当时我没用，然后我下次给你们用那个中二那个那个造型。然后今天呢，我突然看到那个白头发在那儿，我就想说，那买了都买了，好几十块钱呢，不带不就赔了吗？对吧？有些东西就是吃了用了，那才是你钱花了值得。所以我就就是今天就给你们来个新造型，特意找了套衣服，就这种能搭配这个风格的，有点这个激动男孩、中二少年的感觉，还把我平时健身的手套都戴上了。你说捂不捂手？我这手心都是汗。我为了啥？我这个头发捂的现在都开始痒痒。我为啥？就是为了你们能够有一个新鲜感。人也换不了了，只能说造型是导致让你们有点新鲜感。结果这个新鲜感，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不仅不新鲜，还老了60岁。有朋友摘掉吧，我不摘了。今天这场直播就是这样，你要承受不了，感觉有点晃眼，你这期先不看，下期节目更加精彩，好不好？啊，有朋友说脱掉，不然我走了，快走，啊！你要没有钱，我这边你把微信收款码亮出来，我给你扫10块钱，你打个滴滴，好不好？我给你扫10块钱，咱就是也不差这点事儿。二维码亮出来，亮出来。好了，转过去了啊，转过去了。快走，打个车，打个车走，叫专车啊，别叫快车，也别叫什么顺风车，你就叫专车，10块钱够了啊。有朋友说，我怎么不能发图片？你还想干啥吧？你给我发视频得了呗。你给我发个视频，咱俩聊一会儿呗，好不好？我给你拜个年。完了，不行了，就被你们这么一弄，今天的这个直播风格就有点就是开始怼人了。今天直播风格有点是开始怼人的一个风格了啊，不太好。唉，我调整一下。这里的故事就变成传说，存在北方的北风，有谁听懂会？然后今天唱歌嘛，这是我歌迷朋友来了哈。这是我歌迷朋友来了。我平时就上网看你们给我说那些彩虹屁啥的啊，我都觉得好像是你们都是我的颜粉，就是我的歌迷已经是说不存在了，歌有没有无所谓啊。但奈何还有这个歌迷。行，那我给你们唱2个吧，好不好？今天这个今天过年嘛，
年过了哈，今天这个给你们唱2个小歌，好不好啊？乐呵乐呵，因为我也不能唱多了，因为我明天有个录音啊，明天是录歌去。今天嗓子不能消耗太狠了，所以今天给你们小来一点啊。我是全粉全家桶呗，就是歌也听，盐也吃，剧也看，直播也盯的，是吧？也熬的，可以，唱点小歌啊，朋友们，你们是想听我唱自己的歌呢，还是唱其他优秀老师的歌？你们是想听我唱我自己的歌曲呢，还是说我唱点别人的歌？你们就是可以选择一下。自己的，有朋友开始点那个《孤勇者》，其他人的啊，说想听其他人的歌，你去他们直播间去，也没有钱打车，是不是？来，一块扫码咱们来个群红包吧，好不好？啊，拉个群，我给你们发个红包，你们打车走吧，行不行？我这么问就是想证明一下你们就是往后余生唯爱摩登。你直接就是给我就是自信心打没了啊！昨天晚上那首，孤独的人在哪里？那个 fall in love， 哎呦，他一爱如故，哎呦，让酒，哎呦，忠实感，哎呦我，爱情之所以你是我的星空，哎呀，唯一的光，哎呀，一生有多远？哎，黑夜一束光，哎呀，哎，这样吧，这么多朋友点我自己的歌是吧？那我就唱点别人的歌吧，唱点别的优秀老师的歌啊。干嘛？打死你！baby，来，那进来吧。有朋友戴了头套，你 Demi 还认识你吗？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就是搞笑啊！你问就是搞笑。问题是我平时我拍戏我也戴头套啊，我意思你当 Demi 都像你们啊！我今天戴了头套，往后你一进来说这是谁？他可比你们认识我哈。有朋友说 Demi 不害怕吗？一头白发也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是白发，他自己也是白发啊。然后那个什么，再一个呢，其实，在狗狗的世界里呢，它分不清颜色的啊，它分不清颜色，它看的东西都是黑白的啊为主，狗狗的世界里都是黑白的，我俩今天就是同款造型，黑白搭配啊，是不是？也行。好，别管他了，好不好？别让他抢我戏，别让这个人蹭了我热度啊！他妈谁都蹭。唱个歌吧。那我真的也好久没直播间唱歌了啊。过一阵儿研究，等我戏不忙的时候抽空，我就来个康乃馨3.0，这个是要搞的，孤勇者求求了，孤勇者这歌吧，我看看啊，
不知道有没有伴奏啊？因为没有伴奏的话，我就可能唱不了。因为现在很多伴奏都花钱，我也没必要说花钱买个伴奏唱啊。这个是他伴奏吗？哎，这好像是。我这样吧，这歌我其实不太会，我学一下行不行？你们给我这个，我跟你们一块听一遍。有朋友清唱啊？你怎么跟我二姨似的？清唱。我找个歌词啊，我先学一下，我看它段落是啥，因为我总听到一些那个，简单听一下啊。你额头的伤口都是勇敢的，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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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当当当当。滴答滴当，滴当滴答当当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哒滴当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学旋律啊。哒滴当当当当滴答当，滴当当当当当。为何孤独无可形容？能叮当当当能能能能能，响当当你能能能当当当当。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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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这蓝绿的披风染马，让最美美的梦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了解了你的狂？2、3，唱。他们说要切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好，可以差不多了，来。我去搜个歌词啊，《孤勇者》，因为这个伴奏里边是没有歌词的啊。其实我不会唱，我唱的有点呲了。这个朋友们，这首歌的演唱呢，不代表我这个个人的演唱水平，好不好？也千万在场有很多说制片方或者是以后说找我唱 OST 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不代表我真实水平。别因为这个东西把活给我唱没了，就是这很重要这一点啊，我要重申一下，好不好？哎，等一下，我听听从哪句开始进啊？
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野兽，他们说要疯狂的让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光荣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损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吧，飞吧，这褴褛的披风，战吧，战吧，以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踩着你的狂野，他们说要生来敬人上，而跌下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骨肉。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吧，飞吧，这褴褛的披风，战吧，战吧，以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缺谁的光，你将造就你城邦在废墟之上。去吧，去啊，以最卑微的梦，战吧，战吧，以最渴望的梦，直到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逆着光，逆着光，逆着光，光。谢谢。有人说宁哥啊，你唱这个歌，说当时这是需要版权吗？别提这么敏感的话题，好不好？这个话我不敢说，但是首先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作曲老师呢，我认识。这个作曲老师呢，我认识他，但他未必认识我，但是他现在就是正在给我写歌呢。我也跟人求了一首歌啊，他也正在给我写当中呢，也估计也不至于说就是有版权纠纷什么的吧，应该不至于哈，也犯不上吧。再一个什么？再一个我这个唱直播唱的时候不存在商业性啊，就还 OK 啊。不是说我开演唱会，你说我卖票了，我去唱这个歌，我给人版权费是正常。但我这直播，然后我首先我不产生一些就是收益，就是比如说就是平时这个你跟朋友去 KTV 的感觉，你去 KTV 唱歌，包括还得给每一首歌版权嘛，也不至于啊，但是人也不至于说北
方的。有朋友礼物不算吗？所以你别刷礼物啊！我一直告诉你们，看我直播别刷礼物啊！宁哥就是宁哥不靠这个说挣点钱啥的，不用啊！看我直播咱就纯娱乐就行了，别刷礼物啊，朋友们，就是别刷礼物啊！就是你宁哥有别的挣钱的道啊！现在不需要靠这个说直播说挣钱什么的，所以就别刷礼物啊！咱直播你要是有免费的礼物，你刷炒人气是可以的，但你别刷礼物，别花钱说充钱刷礼物，那犯不上啊！宁哥就别的地方挣钱，比如说什么呢？最近就是有一个合作，哎，咱们就讲到这个最近合作了啊，有谁听懂？呼啸而过又是什么内容？厚的刻在无，爱要很专注。你说要说一个东西，你说前面得铺垫多少东西？怎么得转过来，而且转的不生硬？你说难不难？然后呢，这个朋友们，今天很多使用微博的朋友已经看到了，上午的时候，然后有个微博也给了开屏啊，然后就是也是在下最近合作的一个品牌啊，叫做欧莱雅。然后呢，这个欧莱雅这个我也是摩登代言人啊，就是这个欧莱雅一个叫液精华的东西，这东西也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法令纹。啊，但具体我买来用来就是要针对我的法令纹，其实你们用于啥是你们的事儿啊。但这个东西呢，朋友们，我说句实话，我是一个比较良心的一个合作的艺人吧。我觉得啊，我自认为啊，因为我看好多艺人，其实我不说别人了，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我想说，我合作的东西，我起码我都会去用，而且如果我都不想去用的东西，哪怕他找过来，我都不会跟他合作，我就不接了。我不是说自己狂或者自己怎么样的，我就是觉得首先就是别再坑粉丝了啊！说挣点钱这个，你说给粉丝给搭进去了也犯不上，是不是？而且我也不是说靠，就是我还有个明星梦呢，还是希望星途走得远一点，不希望说挣钱说给自己这些东西弄没了哈。所以呢，我用的啥东西，我基本上什么合作我们品牌，首先我是认可的品牌，第二我自己会去用啊，这是一点，我自己会去用这个东西呢，我是真用了啊，真用了，而且开始的时候我是不会用，那个时候，所以说朋友们，咱家有很多朋友买了这个东西，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刚开始用的时候，它有个耐受周期，你懂不懂？你别上来就呱呱往脸上挤啊！你觉得宁哥那个什么合作了，我赶紧支持一下吧，我多买点，然后都快点用，给用光得了，然后再买一批啊！你别给我整这个事儿，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弄的。这个东西前面呢，你前面有个耐受程度，因为我就有点就是这种心理。我无论说用面霜也好，用这个什么各种乳液也好，我就觉得化妆品这个东西，你用的多才有疗效，对吧？你一次抹那么一点，你有啥疗效啊？对吧？你再好的这个什么里边的一些东西疗效，你用那么少，它也没有什么功效。所以我以前抹面霜抹的特别厚啊，反正就是也不是买不起。结果其实不是，但这个也是我买回来，就是我多抹点吧，多抹点是不是功效狠一点？结果抹完之后，眼睛这一周特别疼啊，眼睛因为眼周这个地方的那个皮肤特别敏感，特别疼，我就觉得哇，这东西能行吗？用完了脸疼，这还能合作吗？就是我会有这种担心。但我一问完之后，人说你不会用，所以你要提前看一下使用方法。像刚开始用的时候，眼周尽量不要用，然后皮肤也是少量的涂。你当这个皮肤能耐受程度增上了，你一点点再增加剂量啊，这样效果才好。你上来就抹那么多，你肯定是受不了。你肯定是受不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跟朋友也是说，你要用这个东西，你要买了，你需要这个东西啊，你买了，买完之后呢？你那个不要一下抹太多，你给自己脸有一个耐受周期，好不好？哎，对，你们就是有个耐受周，别上来夸夸就抹，你们都一个个都是暴发户的感觉，那不行啊。你不说买欧莱雅送刘宇宁吗？送刘宇宁这个小牌儿，人形立牌啊，不知道啊。有朋友说学生党买不起，没事儿，那你就先不买
啊，买不起就先不买，也别说买为了支持我一个东西导致你什么玩意儿呢？导致你这个生活上有问题，那不行。就是你平时我就是这么说，你平时也用化妆品，你平时也用护肤品，那你宁哥合作的品牌，那你就尽量用你宁哥合作的就完事儿了。反正你里外都是用嘛，对吧？你用别的品牌也是用我合作的，而且我这个是靠谱的，也不说学生没有法令纹，也对，啊也对啊，是的啊，不给你们造成什么危机啊。没有法令纹可以买吗？我不是，它这个东西不单纯是针对法令纹，它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我用来是我买过来是用来针对我的法令纹，但其实法令纹这个东西消除其实就是让皮肤紧致嘛，说白了啊就是紧致啊。对，因为说句实话，咱家老粉丝应该都知道，我一般我合作的品牌，第一我得认可这个，第二是啥呢？第二就是我一年我也不接太多啊，我不想就是过度消耗你们，我也不接太多。有很多特别好的品牌方找过来，然后我都说今年先不接了吧，啊，所以我都那个什么，都该不接我都不接了，后面再合作再说。再一个说，如果说后面那个我更红一点儿。那钱是不是也能多一点？所以我想的就是咱们来一招，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咱们来一招啊。那现在给这些品牌都接完了，你说后面你说再接，你没东西接了呀？你说一旦后面就嘎就是稍微就是火了，啊，也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个道理吧？我也不是说在这地方挣点快钱我就走了，挣点快钱我就早带货了，比啥都快啊！你说啥时候代言口红啊？你们就这么叨叨啊，肯定会很快就会有的，别着急啊！但是现在目前没有啊，目前没有啊。而且就是口红这个东西吧，首先我也不咋用啊，到时候可能有合适的就用了，反正那个合适的就合作了啊。所以有这个需要的朋友就去支持一下啊，这个欧莱雅非常的不错，对，还有一个再说一个，还有就是盛装，哎，这个我。那个盛装那个电视剧呢，我就给唱了一个片尾主题曲，然后呢也是挺好的，然后也是一首新歌啊，叫《少有人走的路》啊，然后也是我们谭旋老师给我做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啊，盛装那个，而且那个剧也不错啊，那个剧我看口碑啥的都不错啊，我觉得里面那个片尾曲是我唱的啊，就是真的，听了是吧？剧看没看？剧也没事去看看啊。如果有最近没什么剧看的朋友，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盛装，也是很不错的啊。就是口碑你去看一看，就是还不错。有些剧呢，就是可能，声音很大，但是那个可能，是不是？但是这个剧呢，就是口碑也好，然后剧也不错，气会令我好奇感觉，却融了阴霾。说英雄啥时候播呀？每次直播都有人问啊，因为我不知道，知道我就跟你们说了，大概啊，我太热了，我把这手套摘了啊。这手套摘了不会影响我整体在你们心里的一个造型程度吧？不会吧？啊，摘了啊。太热了，我这手这汗捂的难受死我了啊！又问啊，
每天例行一问，对，很多朋友就来我直播，每天例行一问，要不问我说，哎，剧啥时候播？要不哎，宁哥啥时候开演唱会？就这么几套，啊，大概是3月末4月初吧，应该会播，大概是，对，然后呢，那个子川我也打听了一下，然后子川应该是今年年末左右会播，然后安乐传估计也是那个时候啊，安乐传估计也是那个时候，今年年末左右，就是寒假档应该差不多啊，就是这2个剧现在目前。反正我现在就给自己定的一个演员，在做演员的一个目标，就是1年能够拍3部戏，就绝子了，啊，我为什么会说绝子这个词，就是就绝了啊，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剧都是拍1年，第2年播嘛，让我每年能保证有3部戏在这个能给你们看，我就觉得就是很厉害了，啊，所以今年呢，我现在正在拍的算一个，然后呢，后面再接2个，我就不错了啊。但是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今年这个影视行业啊，给你们这次透露一个小消息，影视行业非常的低迷，没戏啊，就现在就是没戏，你知道吗？现在你呢，就今年啊，作为一个演员，当然特别火的那些演员咱不说啊，就是像宁哥，或者是比我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在我这个级别的演员呢，就是接不到活。但是特别火的啊，像那种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那种特别火的，他们肯定不愁活，因为这个行业他们是顶端。但在我们这种像刚出来混的，确实很少。剧本少啊，也不是剧本少，也不是剧本少，就是剧本很多呀。因为你现在基本上都是什么呢？都是 IP 改编，那这些 IP 剧还少吗？IP 也不少啊，对吧 ？IP 啥 IP 都有，所以你想拍啥都有，就是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对，是不是？对，那个不好意思，我刚说错了啊，那个盛装啊，我刚才脑袋没过啊，是那个董东东老师找的我做的啊，亲自找的我，也是亲自给了我这给了我的活，也是非常的感谢董东东老师，因为他找我干了好几个活了啊，都是挺好的啊。我刚刚说的是，刚刚说的是谭轩老师，谭轩老师是别的活，不好意思啊，感谢董东东老师啊，不好意思，哥，那个我的问题啊。人家董东东老师考了好几个活儿给我了啊，给我好几个活儿干，不错啊。谢谢董老师啊。等结局精彩，谁都不准离开。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你放心，宁哥今年呢就是还行啊，就是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会跟你们透露的，这是也是好，所以很多朋友不要替我担心啊，说宁哥怎么样的那个是不是那个没活干了，或者是有点 emo 了啊？我还行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有你们在，有我这些粉丝在这给我撑的，我目前活就还行啊，我目前活还行，就是还是得多感谢你们嘛啊。有朋友，宁哥，你下边有东西擦一下，这是起了个痘，这地方啊，擦不掉啊，起了个痘，
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大家所有好多，我最近看到一些就极端的一些话题啊，我想在这里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真的是我新粉丝啊，我所谓的新粉丝就是在1年之内的，我觉得都算是新粉丝。因为我家老粉儿之前我那个时候我直播更频，我那个时候直播可能更比现在会稍微，可能也未必有现在频繁。有朋友说现在是辟谣时间了，不是，我现在是就是上课时间。我觉得也不是上课时间，就引导嘛，正确引导我的粉丝的一个心理状态啊。嗨，新粉丝的一天啊。有朋友正好1年，那差不多也算新粉吧。有很多朋友，我以前说的话你们都没听过啊，就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说句实话，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是每个艺人都会经历的一些事儿啊。就是以前我会接一些工作，然后呢，很多粉丝就说：“宁哥，你接这活干嘛？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活啊？”比如说我接了某一个综艺，有朋友就开始了，咱家粉丝因为有很多粉丝，他自认为他是这个圈子里的老人啊。他是老人，他啥都懂，他比这个艺人、比这个行业都懂这个圈子啊。然后呢，就说你为啥要接这个活？其实现在也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有很多粉丝不理解自己的偶像为啥接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为啥接的都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有些原因不能跟你们说，有些可能是被动的，必须得接；有些呢可能是，他为了以后的发展，他另一种方式他必须要接这个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无论接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因为你不是身在其中，你理解不了一些东西，所以你不要去发表你非常主观的意见。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说想支持这个人，那你就理解他就好了。你理解他，支持他，啊，站在他背后，当他这个与全世界为敌的时候，你陪他东山再起，就这么回事。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如果你受不了这种，那你可以选择不追星，这是2个选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接了一些综艺，很多朋友就不理解，宁哥你为什么要接这个啊？接了去了好了，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接，但我后来他应该理解了我为什么要接。但是呢，还有一些粉丝呢，就是觉得，哎，我上了一档节目，比如说我今天去录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当中给了我镜头特别少，不行了，受不了了，去撕节目组，去撕电视台啊，跟人节目组电视台就受不了了，就要跟人俩撕吧，说你凭什么你欺负我们，欺负我们呗，镜头给这么少。我觉得首先是什么东西呢？很多粉丝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你去撕节目组或者撕电视台，你并不能为你的偶像或者爱豆他带来什么，你给他争取不到任何的东西，你明白吗？不是你在网上，比如说100个人去撕这个电视台，或者1000个人撕这个电视台，你去撕电视台，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电视台再也不用你了。再也不用你的 idol 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 idol 太事儿了。我用他一次，我的微博底下全是骂的，那我为什么要用你？这么多艺人，我用别人行不行？你明白吗？所以你所有的番位也好，或者是你的露出也好，靠粉丝撕是撕不来的，你只会让你的偶像活越来越少。我用这个人用的特别顺，我为什么要用一用他粉丝就过来叨叨的这种人？我为什么？也不是这个行业缺你一个人活不下去了，对吧？所以一定要记住了，粉丝一定要记住，你给你的 idol 争取不来什么，你去撕这个，或者去撕对家，或者去撕平台，撕这个什么制片方，撕这个电视台，你撕不来任何东西。你不是在那替他出气，你是给这个你喜欢这个人添堵呢，懂吗？我说这个道理明白了吧？你看所有艺人干的每一个活，有哪个艺人的活是他粉丝撕来的？你说一个，一般粉丝特别爱撕、特别作的话，他这个艺人啊，他也混不了太久。你自己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我还要跟你们说第3点啊，你宁哥呢，我不说别人，我说我，或者是每一个艺人，他们都不是小孩儿，他们都不是纯真小男孩，需要你去替他撑腰。别人我不知道，我
首先我不需要我的粉丝给我去撑腰，给我去撑场面，就给我去撕节目组，跟我去跟人叫嚣，没必要啊！我自己能处理，而且我不是一个就是没见过这个社会世界的一个小孩，我刚踏入别让人欺负了，不是啊？没人能欺负了我啊，除非是我愿意让人欺负。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各取所需，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宁哥受了委屈，我受不了委屈，我受了委屈我自己会处理，你帮我处理不了啊。所以呢，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反之操作，比如说你宁哥去了每一个节目组，或者是你宁哥去合作每一个品牌方，比如说我今天上了个节目，哪怕他就给了我2个镜头，你们全部在这个节目组的微博底下说感谢你们节目组给我宁哥机会，让我们宁哥上这个节目。他里边的造型太好看了，或者怎么样，你给的镜头太棒了，真的优秀啊！你就夸了个节目组，你看节目组下次是不是还得找我？反向操作，你懂不懂？逆向思维，朋友们，你跟每一个合作方，你合作完都感谢人家，你说他记不记得你的好？啊。我也上过一些节目，我在节目当中确实被人欺负了，被人就拿个不当回事儿。但我回头完事儿，我都跟人感谢人家，我都感谢人家，而且我是真诚的感谢，我说谢谢，感谢这个给我活干啊！我一般都是说的比较实在，我说我能来就是确实是我的一个荣幸啊，下次有啥活没事啊，随叫随到。结果后面就叫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你要为了你在任何行业混得久。你要做的不是说跟这个叫嚣，跟那个叫嚣，所以你们要把格局打开啊！你们也是，就是这是聪明人的做法。比如说宁哥上了这个元宵晚会啊，比如说那个元宵晚会那边发微博发了我的舞台，你就感谢嘛，对吧？你呱呱一顿感谢，是不是？就是一看就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哪怕我上了某一个综艺节目，或者我唱了某一首歌，你也感谢人剧方能用我，那我下次这个剧方，一个平台方也好，剧方也好，他不是只做一部戏，他不是这辈子这个公司做一个戏，他还得做呢，做下次不还找你刘宇宁吗？所以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事儿了，你们就是都得那个什么呢啊，都得就是一定替我做点口碑吧，因为我平时在外我就是在做口碑，出门在外我就是做口碑，我就是宁愿不让人说我一个不字儿，然后你们别把我口碑毁了，好不好？千万记住了，你那样做不是说支持我，站在我这一块，你是有点就是毁我，你为了我，你把这个情绪给我忍一忍吧，好不好？等你宁哥真正牛的那一天，你也别那样。我现在还是在发展呢，谢谢朋友们了啊。对，刚才说到这个元宵晚会了啊，一会儿再继续上课啊。现在咱们别把这个话题整这么沉重。刚才说到这个元宵晚会了啊，这个元宵晚会真的绝了，我跟你说，元宵晚会也是很开心啊，和那个罗天一啊老师一块去合作唱了一首他的歌啊，然后呢，很多朋友还挺喜欢看的，是不是？啊，挺喜欢看的。昨天晚上的表演怎么？你们看了吗？我不知道，有好多我的朋友，包括我亲戚发过来了，说你那个上电视了啊，上那个元宵了啊，挺好的。然后有人认为你是 AI， 他们都开玩笑呢，因为洛天依老师呢，他是个虚拟偶像嘛。然后呢，他就觉得好像我也是啊，因为我看起来好像就是有点就是好像不把我就开始嘛，因为都是远景嘛，他看不出来啊，近景可能就分辨出来，也很开心啊，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尝试，也挺好的，行吧？那朋友们，那个。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
你这样子，我给你们放一个这个元宵晚会的一个 VCR， 你们去看一下，好不好？你只要欣赏一下。在昨天很多朋友如果没看的话，今天咱们重温一下。我隔壁打起来了，我去劝架，好不好？不行，有点太激烈了哈，我得赶紧去。我先给你们放个 VCR 啊，你们看一下，有点卡，为什么？为什么有点卡？我不仅下了 MV， 我今天下了好多东西，一会儿咱们一块儿给你们放一下。我今天下了好多东西，就为了播的时候让你们有点好玩的啊。下了好多就是那些 UP 主给我做的视频啊，有那种帅气的，有那种搞笑的啊，都有。然后咱们一会儿一块儿来欣赏一下。神秘，去聆听远处浩瀚无际的声音。东方的呼唤萦绕朔风传递，你是那绽放在悬崖边屹立。不停在挑战中摸索中掀起，不惧眼前的高山，越过荒芜的斜峰，我眺望前方崭新的风景。肤色各异的你我肩并肩，我远方的兄弟姐妹，在此刻同饮一条黄河之水，八方来河。心中有爱，这天地深胸怀。来你遗忘的伞，向你傲，向你傲。你矫健的姿态，绽放着，闪耀着。I can feel right here, right now. 你矫健的姿态，绽放着，闪耀
回来了，哎。有朋友说嗨，帅哥回来了。你这个言语当中带了些许调戏。我有名字，我不叫帅哥，我也不叫靓仔。你可以叫我小宁或者刘宇宁都可以。什么叫帅哥回来了？你调戏我？那么轻浮，不可以啊，不可以！哎。有人说头套摘了，靓仔。靓仔头套摘了就没那么亮了啊，没那么亮了。标剧的表情啊，刚才没打起来，那边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说了，隔壁坐的是演员，又在那对台词呢啊，他明天估计是一场激情戏啊，俩人吵架呢。啊，俩人也在那对戏吵架呢啊！然后呢，还有个事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还有法律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想说，我想跟咱家一些粉丝说啊，这是我的粉丝，我跟宁哥跟你好好说啊。以后我坐飞机，不要替我选位置。我自己手机里有 APP， 听到没有？听没听到？以后我坐飞机不要替我选位置，啊！而且我就是这个人就是多厉害，我选完一个位置，他替我换了，换完之后我换回来，他又给我换了我3次。就想跟我坐在旁边，就想坐在我旁边啊！我跟你说，我睡觉打呼噜，你坐我旁边会非常闹心的。我还咬牙，我在这个飞机上容易就是咬牙哦，然后我睡觉不老实，容易说来个勾拳。所以呢，你记住了，千万不要替我换位置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有凡事不能太过啊。有朋友传说中的富婆，别在那开玩笑，有些东西适合开玩笑，有些东西不适合开玩笑。他要是富婆，他就把那个飞机都包起来了。他要真的是富婆，就把那个飞机包起来，然后只跟我在那个飞机上飞行，这样才更加的浪漫。他只买一个座给我换座，那也不咋富啊。我用开玩笑的方式跟他说，但是我在这说，但是我不是在开玩笑，啊。上法屋，给我上法屋！等结局精彩，谁都不准离开。我头套摘了吧，热不热？头套摘了吧，热不热？这个朋友是好朋友啊，就是一个特别心疼我啊。你宁哥不用你心疼，我说句实话，我天天拍戏戴那个头套比这个可热多了。啊，没事儿啊，我戴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造型嘛，你们也别纠结于了，下次你就再看不到了。就像上次我留个胡子，很多朋友受不了了，吱儿哇乱叫的。你看我后面还留过吗？我就是难得看一次，我这白头发用一次几十块钱也够本了。回头呢，我把这个白头发这个头套啊抽奖送出去，行不行？
原来是假发呀！当然是假发呀，当然是啊，我一焗个白头发还行，也不是不能焗啊，但是因为你明哥平时还录一些别的活儿啊，就是可能，就上节目啥的不能就是奇装异服，弄个白头发上去了还行，那不太行，所以我一直也不焗头啊，也不染发啥的，也特别麻烦，有谁听懂？呼啸而过，又是什么内容？厚的刻在。有朋友说眉毛也来个假的，什么意思？给我眉毛也染白了是吗？能来个白眉大侠、白眉鹰王，也犯不上啊。对，也没有，不至于啊。爱要很专注，许下一个愿，走自己的路。要去的表。带紫色的吧，下次。芭芭拉小魔仙，我给你来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反正这个头发啊，如果就是我不送给朋友，我不抽奖送的话，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网买那种彩色的焗油膏，给这个头发真正焗颜色，每次带个不一样的颜色。哎呀，不是不行，对不对？可以。弄一套赤橙黄绿青蓝紫，有朋友在公屏打字说：“哎，他对我笑，他是不是喜欢我？”就你看我现在在那笑，你怀疑我是不是喜欢你是吧？哎呀妈呀！像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生活老快乐了啊，生活老快乐了，处处都能就是痴心妄想，不是那个，处处都能这个胡思乱想啊。我好心甘云。行，再给你们唱个歌吧，好不好？再给你们唱个歌啊！我看看那个我伴奏里有啥歌，给你们来一个啊。北方的北风，有谁听懂？呼啸过是什么内容？后这个财务爱要不专注，是一个远走自己的路。不要去谁的呼声，呼吸的韵味都在抖动的这个都行为在情与其为令我好奇感你我。去过了悬崖，欣赏过最美的繁华盛开，你这陌生的城市，而我的又在也自成一派。人来互动。唱个这个吧，有个歌叫做《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啊，这个歌特别适合，就是你们朋友们，咱家很多朋友说现在当时没结婚的，在你婚礼上特别适合放这首歌，《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行不行？来个这个。就是来一个，咱现在瞬间就变成一个情歌王子，好不好？在下这个小王子给你们来一个啊！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你要结婚了，新郎不是我。等会儿我把歌词放出来，因为歌词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演唱摩登兄弟刘宇宁。
你的声音渐渐轻轻勾勒出我想要的爱情，你的眼睛单纯透明，像湖心泛起了涟漪。全世界突然变得安静，被谁按下了暂停？兑换了多少运气，才能够遇见你？你的发散落在风里，那是我想迷失的森林。我想去的美丽风景，全部都藏在你眼里。想把我的全部都给你，连同我的坏脾气。我们越靠越近，让我坠入爱里。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一呼一吸所有誓言，随着时间逆着光。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与你共度朝暮的长久。声音渐渐轻轻勾勒出我想要的爱情，你的眼睛单纯透明，像湖心泛起了涟漪。全世界突然变得安静，被谁按下了暂停？兑换了多少运气，才能够遇见你？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一呼一吸所有誓言，随着时间逆着光。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与你共度朝暮的长久。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一呼一吸所有誓言，随着时间逆着光。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与你共度朝暮的长久。只想握紧你的手。谢谢。再找一个啥？我有啥歌是没唱过现场的？我看看啊，等一下，我再放个 BGM 啊，帮我个忙。童声是吧？童声没唱过吗？我好像没考到那个伴奏啊，回头给你们唱那个童声。最浪漫的忘记啊，最浪漫的忘记有点就是唱不了。
那歌好难啊！我录，因为那个歌我录时间太久远了，我这个歌应该2年前录的，往后隔了1年多才发，导致我就是有点忘了都。眷恋，无尽的眷恋。古老平复贴，远去的留下的凝望的，是这个吗？不是这个，眷恋应该唱过了。你说歌多的烦恼，哎，也别这么嚣张啊，也不多啊，也不多，哎，我千里江山没唱过那个现场的吗？千里江山是不是没唱过？千里江山唱过吗？千里江山没有是吧？好，今天给你们来一个千里江山，搜歌词啊，千里江山，摩登。兄弟留影，摩登兄弟，歌词，千里翩翩入画中，还是得打开酷才能搜到。好，等一下啊，林哥能不能唱首《你是我的荣耀》？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什么5年了，你跟他在一起你5年关我什么事儿？等会儿我想一下，一会儿看看给你唱一个啊，你跟他在一起5年了，又不是我撮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媒人。好日子都让你们过了，我还得给你们唱歌。落笔青山漫如风。哎，我唱过这个歌，我确定我唱过，因为我记得上次就是第1句没进去，第1句没进准节奏，应该是唱过。换一个。这个可以，唯一的光好像没唱过啊。但这个歌我有点不太熟了，有点啊。来试试这个，说好不散场，这个是吧？来，你好神枪手的一个OST 啊。青春的迷茫和碰撞，但那又怎样？无形的黑暗赋予我更无形的力量，不敢下碰的心发出信号，长出一双翅膀，黑夜里也无妨。天光暗了，于是火光亮了，准备好出发，已经鸣枪。时间匆匆不停留，
日日夜夜熠熠生辉不打烊。自律就是岛上的锋芒，专注过好每一分每秒，就值得了青春赋予的力量。热血在燃烧，得分定胜负，黑暗里我就是唯一的光，收回往日汗水，冷眼变成掌声。奔赴是永久离场，做你永恒的太阳。唯一的光。时间的河道塑造了模样，是你喜欢的磁场，就是现在出发吧。借数风的力量激流而上，自律就是岛上的锋芒，专注过好每一分每秒，就值得了青春赋予的力量。热血在燃烧，得分定胜负，黑暗里我就是唯一的光，收回往日汗水，冷眼变成掌声。不是永久离场，做你永恒的太阳。砰砰的声音代表起航，从心里传递了火种，成为一战的沉默前行。热血在燃烧，得分定胜负，黑暗里我就是唯一的光，收回往日汗水，冷眼变成掌声。奔赴是永久离场，做你永恒的太阳。黑暗里我就是唯一的光，收回往日汗水，冷眼变成掌声。是永久离场，做你永恒的太阳。唯一的光。谢谢。嘿嘿，等一下调一下，把音混响关了。OK， 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不唱了啊，留点劲儿，再给你们播一会儿，要不我唱的没有气儿了，然后一会儿说话说不下去了啊。明天还得录音啊，明天我还得录个歌，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电影的啊，明天去录音，有没有装到了？也没什么装到的啊，也没什么装到的，就是千万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别有什么就是优越感，大家都一样啊，都一样，别有什么优越感啊。宁哥左下巴有一个痣啊，你以为我萧敬腾吗？我萧敬腾老师是有个痣，但是我这是就起个痘。有朋友说那个韩语歌能不能唱？也会。
啊，这样子，我给你们来个就是权志龙的，那个叫那歌叫啥？来一个啊！哎，不是这个，这个不会，我给你找个我会那个。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If you 啊。就是那个要往哪 go， 哪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歌？这个是，这个是什么歌？你们有没有就是有点知道的？叫狂放是吗？哎，是，我就会就是这个歌主要的点就是在气氛，就把这个气氛烘起来就行了啊，其他是不重要，啊，就是你得就是有一种感觉。有没有干嘛学戴米？你不懂音乐，我跟你们聊不了太深的东西，就是一个舞台感的东西，你们确实是聊不了。你不懂一个就是一个一个这个气氛是怎么回事。What's the trick? 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 然后说，我还以为你真会呢。我这不算会吗？有人说全是这个歌唱的全是感情，没有任何技术，是不是？很多我跟你讲，唱歌一定啊，光唱技术那就是单纯了，一定得什么呢？你来两句啊！一定得用就是感情去带这个音乐，才会更打动人。让戴米来是吧？回头我给他的叫声录下来，给你们发一个版本，给你们发一个啊，发一个那个，给他出个单曲，翻唱版的单曲啊，我。对，所以呢，今天我也是开播之前啊，我做了好多准备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去给我做了一些好多就是产出啊，比如说给我出一些视频啥的东西的，都挺好的，包括之前我说那个给我画画那些的，
那些特别棒的画手啊，我就记得有个画手说了一句：“画卡通的没前途。”啊，我记住你了，你给我带节奏啊！但是很多朋友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我直播，我现在正在播呢，然后我的那个直播的卡通版本已经在网上已经有了，就是包括我上什么节目或者有什么造型出现，然后我的卡通版本 Q 版的网上已经有人画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是吧？画 Q 版的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包括什么主题他们都会弄一个，包括像是不是？嗯。哎，这个假发的现在已经有了吗？我没看微博啊，我现在没看微博。现在假发这个白头发的已经有了吗？有吗？已经有了，这么厉害？啊，对啊，所以就是还这些朋友蛮厉害的啊，就是我可能我正在播的过程当中，他就把这个今天的造型，然后画了个 Q 版的发到网上跟朋友分享，这都是就是我们家员工里特别厉害的佼佼者，啊，就是特别厉害，对不对？这就是属于就是技术工种，你这样到哪都饿不死啊。有朋友说我去学画画了啊，学那东西没用，也不是没用啊，开玩笑啊。你现在在学什么？你还是学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啊，你当初没有选择这个报专业的时候没选这个专业，就。所以呢，也很感谢这些朋友给我产出，包括有一些朋友去剪辑。我说句实话啊，我不瞒你们说，我有很多活呢，找来找我，其实都是很多朋友你们那些剪辑，因为就是我想怎么说这个，其实我很多活呀，真的是就是比如说某一个角色适合我或者不适合我，他们都是通过一些你们这些我的这些就是这些技术工种，他们剪辑的视频来选角色的，这是真事儿啊，这是真事儿。就是很多剧组去选角色很多都会去说，那我用谁符合这个人物的气质，他都会到那个网站上去搜这个人，就一些视频，然后一看有些剪辑，哇，特别适合这个人物，他就咔就用了。所以我有些活真的是很多朋友靠剪辑给我剪辑来的，这个咱不能说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是真事儿啊，真事儿。当然不是说100%，但肯定有那个原因在里边啊。真的包括很多综艺来找我，都是因为他看了很多，就给我剪辑那些视频，说刘宇宁这个人好逗啊，然后当时就让我上那个节目，他觉得我很有这个综艺感，很幽默啊，都是有可能的，真的，因为很多人我上了节目都说，宁哥你这样子，你就把平时你直播那个状态在节目上拿出来就行了，你看这一看就是看过我直播内容或者看过我直播剪辑的内容的朋友。是不是？这是真事儿啊！所以要感谢那些给我产出这些朋友啊。上节目你都不说话，我上节目说的话已经够多了啊。而且我在节目上的人设也不是个话痨啊，我在直播间我是不得不说，直播间不说，咱们现在沉默1分钟就有朋友困了，所以我得不停的讲，我尽量不能让这个时间停止1分钟。啊，行吧，那咱们就接下来呢，就看看这个很多朋友给我剪辑的视频，咱们一起来艾瑞克时啊，看看怎么样。然后先选一个就是比较搞笑点的吧，这个是很多朋友应该也看过了啊。然后他也是拿我平时直播的声音，然后去拼了一个画面啊，咱们看一下。哎，起来了。扫板来。你们好，那个我之前没有直播过，可能一会儿说什么话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不要怪我，谢谢。BGM 什么意思？朋友们，给你帮个忙是吧？这个意思。就说你呢，哎，就说你呢。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电脑，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掉。大过年的给人添堵吗？你干啥嘛？哪那么事儿？要网暴我！我这人就是天生的人来疯。嗯，你别闹了，你干啥嘛？哎呦我的天，受不了！下去根本聊不了太深的东西。隔壁好像打起来了。什么玩意儿？豆包，给我套近乎，你怎么脑子不好？想要成为 rap star， 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辆 GTR， 你这种水平没喝酒也需要找代驾。我开着半山腰，你怎么是按喇叭？我如果出个车队，你顶多来帮我骑车，脑海里每个超车的画面我拿来写歌。我全程正面了，对手太弱，我赶时间要回家，你快！我就有点卡，为什么这么卡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看我把我特效关一关，要不把我美颜关了放，是不是就不卡了？我看是不是给美颜关了，就是能稍微能不卡一点啊？好，关完了啊，还不行，还卡。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电脑了？怎么这么卡啊？有点卡了，有点说不过去了。嗯，我等会儿啊，我把电脑的东西该关了关一关啊。别给直播关了就行了。嗯。对，直播容易关了。刚才那个就是用我的一些配音去给我剪了一个视频啊，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挺好的，啊，挺好的。然后呢，那个也感谢这样朋友啊。但是有那个，咱们家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那个卤蛋君嘛，对吧？他的弄的好像是好多都挺好的啊。我那天我也看到一个，看到一个，但我好像没下下来。我看看，我忘了我下没下下来了啊。好像没下下来，是不是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看我直播也有一种哇，太卡了，这个有点太卡了。这样，我重新把那个我把我那个视频关一下啊，我把视频关一下啊。嗯，我视频关一下，我重新再开一下，看能不能不卡。嗯，太卡了，受不了。可能很多朋友看我直播，你看，不行，这有点卡，我这电脑我真的得换一个了，我这电脑还挺贵呢。但是任何东西只要对我直播有一点影响，我就受不了，马上这个电脑就一会儿就扔楼下摔碎。为啥会卡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怎么回事？好奇怪的一个操作，嗯。用后面电视播吧，电视播没声音，你们听不了声音啊。What's the trick? 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还有一种方法，我就不用这个播，我直接用那个正常的视频去播，播完之后呢，我捕捉。
我直接用这个捕捉去弄。用捕捉的话，用捕捉你们就看不到我帅气的脸了啊。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不行，我再试一下，我再试一次啊。可能很多朋友那竟然不卡了，也有一种亲切感。他可能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很孤独，但是他知道。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在网络的另一端有一个见不到的人，给他温暖的陪伴。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打开花旦直播。我咔一播啊，当时咵，这个气质是嘚儿，这个氛围是嘎。你不说播吐了吗？我不是说我吐，我是要播到你吐，播到你受不了，你扛不住。啊，是这样的吗？你是认真的吗？哎，今晚吃什么？能好吃吗？搞笑，社会这么残酷吗？优胜劣汰这么明显吗？宁哥在娱乐圈混那么好吗？打死你！我们只是朋友吗？咱不是一家人吗？我们不是一伙了吗？你隔壁和好了吗？笑声是我自己点的吗？我是雇了一帮人在旁边帮我笑呢。哎，笑一下。我一上来就知道哈哈。我给你踢出去了啊！我说的话，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什么是废话？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瘪亲家，3分薄凉，4分不屑，5分漫不经心。要不不笑，要不一笑，就是那种叫的非常有节奏。它是这样，哦啊，就有没有那种灵光一现那个感觉？啪！比如说口技学一下，我会狗叫，猫啊，羊叫，知了，鼯鼠。差不多得了，给你神经入栽了。当时我也崩溃了，我告诉你那个地方绝了，烦死了，被外星人抓走了。已经8天没播了，声音马上都变了。哥哥，活太多了，太忙了，被剑扎了，被马踹了。刘宇宁别看了，刘宇宁别看了，你是开玩笑还是怼我呢？你是骗我呢？你在这刺激我呢，调戏我呢？你干什么呢？我烫头的啊！你倒霉！我这衣服花100多块钱买的，赔了不到200块钱，送了个牛仔裤，所以我们赚了。你跟我玩了一招幸灾乐祸，来了一招窃窃私语，热情似火，虚情假意，人情世故，懂了，绝了，值了，亏了，忘了，不高兴了，火了，疯了，累了，困了，虚了，高看你了，脑子进水了，耳返漏电了，海绵宝宝又冲出来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是年轻人就给我熬了”，人品得攒着，粉丝得吊着。在下熬鹰派掌门人流口水，见过各位。有朋友说还没播完呢，关你什么事儿？我直播挨到你家了，占你网了，通你 WiFi 了，我都不累，你告诉你累了，就也太离谱了。他们问说怎么回事？刘宇宁怎么又直播了呀？我也不太了解。笑他人看不穿。一键3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就。这就很有才华了啊，非常不错。包括刚才那个啊，刚才那个也是，你想想他们这种朋友剪视频，他得找多少素材才能拼一个这么东西？他首先得有个这个故事梗概吧，对吧？他首先得有个故事梗概。然后第二就是还得去拼词儿，还得让那个通顺，还得节奏卡得上，我觉得很厉害这个啊。然后给人开工资，让我给他开工资是吗？关你什么事儿？你做的吗？人本人都没说，你搁那充什么大尾巴狼？然后给人开工资，让我给他开工资是吗？关你什么事儿？你做的吗？人本人都没说，你搁那充什么大尾巴狼？我上次给他邮了
邮了给这些朋友邮了那个什么，给这些朋友邮了一个签名照。我签名照最起码价值40块钱吧。我这样式儿，就是咱们像做视频这些朋友啊，我觉得就是挺辛苦的都。然后呢，我当时咱们到了1年1度时，咱们就评选一个啊最佳这个视频博主，咱在年终这块都有一些奖励，有点这种就是用过的这种假发，戴过的手套，就是可以有点就是给你啊。画画的可以吗？可以。不过挺好的啊，感谢啊。还有视频吗？当然有啊，但剩下就是那种帅气的了。哎，我不跟你开玩笑，真的。之前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制片姐姐，然后她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就是我一会儿要给你们放的。她说：“你看，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视频之后，觉得你和这个角色特别像，所以我用你。”是真事儿啊，这个是真事儿啊。当然也没说因为这个视频用我，但是本身还是因为我本人优秀啊。这个视频只是说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路啊。哪个角色不能告诉你？看一下啊，这个。等一下。是这个。这个视频的标题叫做什么呢？就是刘宇宁，你录综艺能不能收起你的反派气质？啊，就是对，他这个视频的这个标题叫做刘宇宁，你就录个综艺，能不能收一收你的反派气质？于是呢，就给我来了一个就是那种演反派的活嘛。但是我确实我自己没感觉是个反派啊，我自己没感觉到。这不像个反派，就像个傻子呀。这是像一个小傻子，那也不太像反派呀。你们觉得是反派吗？反派倒不像，就反正我能感觉到这小伙有点就是阴险啊，不笑的时候感觉有点阴险。奸诈。有时候不阴险不狡诈，有点吊儿郎当。
我录节目可不是吊儿郎当，我录节目我一本正经的去录啊，我是一本正经的。啊。对，后面还有一个。这个也确实有点不像好人了啊，这个确实有点不像好人了，但是我自己是那个没感觉到的。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样儿，你看那个样儿，感觉就是你活不起了似的，谁欠你钱呢？上个节目搁那跟冤种似的，那搁那欠你的。我跟你讲，我一看这个人这个眼神啊，就这个人，我一看那个眼神就知道飘了。他和他前2年出道完全不一样了，朋友们，真的，他前2年眼神哪有这么凶？录个节目上去，感觉跟人欠的钱是，真是这个人，我跟你讲，人就是不行。嗯。就也对，就这套衣服，啊，就这套衣服，就也不知道那天好像是心情不好。你怎么说？你是自行车车气儿让人放了？你拉了个脸子上节目，真的是让人受不了。人家在电视上啊看你啊，是希望获得快乐，不是听你搁那跟个冤种似的浪个大脸。刘宇宁，我说你听见没？记住了。以后上节目给我笑盈盈的，我是乐呵的啊！完了，卡了。完了，挺好的，就是弄卡了给他。我看我重新播一下，能不能让它不卡啊？还不让人说。就刚才那套衣服，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是不爽。还有哭的表情。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刘宇宁的这个哭戏怎么样啊？咱们看看这个哭戏能不能打动人。咱们看一下，哭戏讲究的不是说你自己娃娃在那哭，你得讲究一个共情。我们来看看刘宇宁的哭戏怎么样啊？就给了一个镜头啊。你说你刘宇宁你是有病吧？上个综艺节目你上，这是吃饭节目你也哭？好吃到哭是吗？什么玩意儿？你是不是抢戏的呢？他一看就是演的。
一看就是演的。他的这个，你想想，一个做饭节目上去还哭了，太虚伪这人啊，妈！反正我觉得啊，首先我对刘宇宁这人确实不太了解哈，但是啊，从这个大众口碑上，我觉得人还行啊，人还行。但是为什么就是上个节目好像人都欠他钱似的？你个脸浪的那么老长，啊。比如说夸夸两个大耳刮子，是不是就是感觉看了就欠揍啊？也不怪这帮人黑他，真的是。有朋友说不许骂我 idol， 就是我可以骂刘宇宁，但你们不能骂。我可以骂啊，我可以骂，不许骂我 idol。我跟你讲，朋友们，以后遇到像我这样的 UP 主呢，什么呢？你不能就是跟人较劲。要不以后他就不做你宁哥的这个艾瑞克师了。你得夸，你得说你说的点都对啊、你这样子以后我多跟刘宇宁合作。有朋友说骂得好，也不用这么直接吧。我说我可以骂，但是你不要骂，但你也不要拱火，也不要在边上跟那个什么跟托似的。啊，好像买东西，我在这刚看个东西，我说这手套怎么样？这手套多少钱？然后呢，人说10块钱一副，边上来了个人，哎，这手套好呀，这手套妈的好啊，不是，这手套质量好啊，来一双，来一双，你就跟边上那个托似的啊，犯不上。但是我首先还是要感谢刚才给我剪辑的这些朋友啊，他剪的这些视频都挺好的，对。然后呢，也是好多包括有些朋友发给我，还有制片人也，刚才有一个视频是一个制片姐姐发给我的，我一看哦，这么好，就是因为一个视频，他觉得我符合这个人物，他就有机会，他未必说找我，但是他就会有机会让我去演戏，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机。有没有说你们打字别打太长，因为我这个看不到就拖过去了啊。还有吗？还有好几个啊。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就是就是那种就是感觉人那个标题就不一样，我一般都找点就是那种就是他想表达什么的，比如说刚才那个表达就是你吃个饭都有什么反派气质，我觉得我不知道啊，包括像搞笑的，但是接下来我要放这个呢，就是在称赞我颜值的。你说朋友们，我要放吗？就是夸我颜值，就是感觉我真就不行了，就帅到已经上天了，已经要。感觉地球都容不下了，你到火星生活，火星上生活那种感觉似的，啊，有那种的，就是你会朋友们，咱这样子啊，咱就掏心窝的话啊，说就是给我个这个答复，我在直播间放这个东西，你们会不会觉得我非常自恋？你要是觉得会，我就放。你要是觉得不会，我还是得放，因为都下下来了啊，没有，只是我觉得我要感谢这些所有给我产出的这些朋友啊，因为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做的这个东西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也真的对我有一些小小的帮助，我觉得还挺感激的啊。怎么说会啊？会我就不放了，你们自己去找。会哦，你超自恋的哦，你给我装什么？你给我装什么偶像剧？来啊，有朋友说你抠脚都碎，你看过呀？不是你好像你看过我抠脚似的，我啥时候在你面前抠过脚吗？抠脚都碎。来，再放一个，我看看啊，我找一个。这个视频叫做舔屏像，哎，你听这个标题“舔屏像”，就是你看到这个屏幕都得拿舌头去舔的，都有甜味儿的，都得，啊，都得去尝尝咸淡儿啊，就是这种感觉，舔屏像，哇，这形容词真的是绝了啊！朋友们别舔啊，别舔，别。哎，这怎么变形了？我重新来，因为这重新东西啊。哎，我弄错了。哎，我自己怎么变这么小？啊，我自己不能变这么小。哎，起来了！上班来！你们好，那个我之前没有直播过，可能一会儿说什么话。它这个是个竖屏，所以导致我这个有点那个啊。我看能不能拖大啊？拖不大呀。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个视频拖不大。他是什么呢？他是怕你们就是给整个屏幕都填脏了，就是让你放个小角落里填一下。啊。太小了，太小了，那就卡了。不是卡了，这怎么搞的？啊，我再试一下啊，不行就算了。太卡了。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太行，这个有点朋友们就错失了一个舔屏的机会。太卡了这个啊。对，然后呢，我还有就是那个有一个朋友给我剪的，就是我拍刚才那个看的是综艺，我是从3个维度，第一是我这个声音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维度，刚才是从那个上综艺这个一维度，接下来有一个就是我拍戏里边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维度，他给我剪了一个混剪，啊，咱们也看看就是拍戏这个维度的，看这个朋友剪的咋样。有朋友说宁哥，你刚刚那个视频放完我舔到一半啊，你闭嘴吧，啊。别说那么让人恶心的话题啊！舔到一半怎么不放了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从这个拍戏这个角度给我剪了一个他的视频，也非常感谢这个朋友啊！看看卡不卡，卡就不放了啊！咱就3、2、1，看看缘分了啊！来，3、2、1，哎，没卡，还行。哎，他这个镜头给的好，因为我记得浩都出场这场戏给了2个镜头，一个从上往下，一个从下往上，他从下往上那个没给我剪进去，因为那个镜头实在丑的没法看了那个，啊，挺讲究，他只剪了一个从上往下这样显脸小
啊。Baby, oh, you blow my mind. You tell me wait on you. But baby, I can't wait all night. I go through pictures you sent my phone. Oh, stop tempting me, you know what I want. I wanna make love. Girl, I can't lie. I'm just a sucker for a cold-hearted lover. You make me suffer. You make me suffer. Don't keep me waiting. You should come over. Whoa. Don't make me suffer. 有朋友告别暂停是怕卡了吗？ Don't make me suffer. So here we go again. It's like I'm caught under your spell. You're wearing black magic. Well, baby, don't wear nothing else. When I open up this door, don't you play. Ain't no other man gonna make you feel the same. I wanna make love. Girl, I can't lie. I'm just a sucker for a cold-hearted lover. You make me suffer. You make me suffer. Don't keep me waiting. Don't keep me waiting. You should come over. Whoa. Don't make me suffer. Don't make me suffer. I hate it when you get your way, but we love you, baby. Something's gonna ever change. You make me suffer, baby. I'm just a sucker. I'm just a sucker, baby. For a cold-hearted lover. For a cold-hearted lover. You make me su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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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Don't keep me waiting. Don't keep me waiting. You should come over. Whoa. Don't make me suffer. Don't make me suffer. 这个朋友剪得非常好，啊，把我两个这个两个角色混合的去剪了一些，就是所谓的眼神杀，也没啥眼神杀，因为说句实话，我刚开始演那个热血少年的时候，我是真不会演戏。啊，你剪辑看看还行，你去看看那个全片啊，你就觉得宁哥就有点拉胯，啊。有甜的吗？就是有没有那个视频有没有甜？没有，没下。因为我不可能就当时在自己直播间放点就是我跟别人的这个视频在那甜像的给你们弄一弄，那不就脑子不好吗？啊，没有甜的啊，没有甜的，就是我个人的都是啊，不，别跟人发生一些摩擦。我自己跟自己甜的没有，走路杀有吗？没有，怎么那么多杀呢？有眼神杀，啊，又走路杀，有直播杀，
怎么那么有杀气呢？啊、大长腿绝对有，那不重要啊。行吧，我朋友们，那个我去上个卫生间，你们等我一会儿啊。你们这样式，你们跟人家我让戴米跟你们播一会儿，好不好？我先去上个卫生间啊。来，你上椅子上坐，跟他们播一会儿，跟他们唠会儿。哎，来，过来坐待会儿啊。过来。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断向前，摘出每分每秒奇妙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你是谁也感觉真奇妙，时光就像流星，没有犹豫拥抱光明，我们一起牢牢抓住每一分钟，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左边摇起来，右边一起嗨，跟着 Niki 摇摆，哦多么奇妙！快来跟我一起摇摆，飞起来 ，baby， 不行，溜了，这个不太行，那我算了吧，还是放一个视频吧。然后我去卫生间，你们等我一下。刚才这个卡了是吧？哎，起来了，上班来。你们好，那个我之前没有直播过，可能一会儿说什么话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不要怪我，谢谢。BGM 什么意思？朋友们，给你帮个忙是吧？这个意思，就说你呢，哎，就说你呢。放！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电脑，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大过年的给人添堵吗？你干啥嘛？哪那么事儿？要网暴我，我这人就是天生的人来疯。你别闹了，你干啥嘛？别忙到我，哎呦我的天，受不了！看就根本聊不了太深的东西。隔壁好像打起来了。Hello, Snowball。给我套近乎，你怎么脑子不好？想要成为 rap star 吗？你不必太惊讶，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辆 GTR。你这种水平没喝酒也需要找代驾。我开着半山腰，你怎么都还在山下？司机在按喇叭。我如果出个车队，你顶多来帮我骑车。脑海里每个超车的画面，我拿来写歌。我全程都是在走撒欢，这面的对手太弱，我赶时间要回家，你开快一点吧，拜托。Snowball, I'm back. 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关注我的微博，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
实在热受不了了。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换了个人啊，刚才给你们直播那是我朋友啊，那是我一个双胞胎兄弟，叫刘宇宙。在下是刘宇宁，我来了啊。刚才当我那么长时间啊，有朋友说尝试逆袭失败，也不是，没有要逆袭，你别坐我这个线行不行？你走开，过来。你说宁哥为啥放海绵宝宝？我不知道，我放啥都行。其实你想看好吗，就是能放好吗？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我办了会员。哦，这些短视频平台，不是短视频，这些视频平台我都有会员啊，都有。你想看啥，只要这些平台的会员有的，我都能那个什么啊，都能给你放。然后会员借我使使。哎呀，你办一个呗。说句实话，就一杯奶茶的钱，你就可以去办一个会员。说句实话，我觉得吧，就是这么说吧。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这一代啊，都要学会说这个有自我有一个约束吧。啊，因为说句实话，以前小的时候，宁哥就是说句实话，我自己的感悟是什么呢？我以前玩游戏，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玩游戏，玩那种单机游戏啊，什么古墓丽影啊，这个生化危机这种游戏的人。那个时候呢，就是没那么发达，然后呢，玩的游戏基本都是盗版的，一上网呢都是破解版。我就那个时候就只能在网吧玩也好什么的。但自从我长大自己能赚钱之后呢，我玩所有游戏我都买正版的，不是说网上没有盗版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就是自我能够去控制这件事儿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我得有这个版权意识啊，我得有这个版权意识，我得为我享受的这个内容去付费，这是天经地义。因为我可能我自己的能力就是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但以我做起嘛，所以我之后只要从我能够这个工作以来，我玩的那种大型游戏都是花钱去买正版，一个游戏贵的都300-400、400-500啊，有的时候我还买那种黄金版。都是这种，我觉得为内容付费，包括像你们在视频网站看视频也是，我觉得你说是贵也行，你说当时你说要你一个3头500的也行，你一个月10几块钱一杯奶茶的钱，你没必要说是不是跟我借一个，我不可能借你啊，一定要记住要为内容付费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这是，当然我不是绑架各位啊，就是我觉得有一点这个意识啊。当然我这个直播的，但是我这个直播呢，不需要你们付费，咱就是说这个地方纯的就是一个免费啊，一个福利啊。这里有 surprise。但是需要充会员的平台太多了，对呀，所以就是这样的。那一样啊，那你就像那个什么手机平台方还有电信、移动、联通呢，对吧？还有3个呢，你不只买一个号吗？是不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地区网好，你就用这个号，用那个地区网好，不都一样吗？每一个行业都有各个行业。比如说你说你出去吃饭，你说可是外边的饭店太多了，我什么时候能吃完？跟那个没关系啊。有朋友说 BGM 真好听，谁唱的？啊，刘宇宁唱的。有朋友昨天造型拍照了吗？没拍，因为昨天那个套衣服吧，就是我以前用过，我以前上我们的歌那套衣服用过。然后呢，就是换了个上身，
因为这次我知道和那个罗天一老师合作嘛，然后呢，我就想说，因为我去上网搜了一下他就是要穿的衣服，或者是他平时的一个装束是什么样的，大概一个风格。然后呢，我寻思，那我上舞台跟人合作，一定要就相对来说跟人搭配一点嘛。然后呢，他的衣服呢，我自己感觉的风格就是那种偏动漫一些的。然后呢，有国风，然后呢又有一些就是那种像我们平时玩那种游戏里边那种皮肤那种，就是还挺时尚的那种的，就是反正他也是那种风格。然后我想说，那我穿个啥？如果穿一套西装上去了，穿个带个领带上去了，可能和这个不太搭。那我穿一个什么呢？穿个 cosplay 有点怪。我要是一个穿一个纯 cosplay， 我觉得有点怪。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来个中国风吧，反正也稍微中国风一点，然后再带点现代元素，也就是没什么毛病啊。所以就是看到你们昨天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台上那个一个造型啊。有人和揍你的那套很像，其实就是里边里衬是一套，这外衣是换了一件啊。这件衣服也用了够本了，叫人那个剧组服装老师给我做的衣服，做完之后我直接就是用了2次啊，划算，简直就是一个划算。有人说昨天舞台很出圈，当然不是因为我优秀了，第一是因为这个央视元宵啊，那收视率你闹的是不是？第二是因为人这个罗天一老师比较优秀啊。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有人说我想参与直播，你刚才在屏幕打字就已经参与到我的直播当中了，你就是一个热心观众，已经打字，我能看到你，你也参与到这个直播当中了。只要你现在此时此刻，朋友们，你在这个房间里，你就参与了，哎，你就是这个直播的一份子，有人说宁哥感觉你变嫩了，我什么时候我就在你眼里之前有不嫩过的时候吗？怎么不夸我们背诗啊？没有啊，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已经不背了，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一出去之后，你们公屏上都是在那诗词歌赋的，都在这儿，太有才华，全在那诗词歌赋的。然后那个什么，让我们直播间那个氛围特别好。有很多朋友今天也可能是第一次看我直播，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哎，我终于赶上你直播了，第一次看我直播，一看咱这个直播间这个朋友们打字的这个氛围，就感觉就是进入了文化的海洋。啊，咱这里就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只有诗和远方。只有诗和远方，还有斗地主。啊。有朋友说你能看到我能看到，你们打字我都能看到，但有时候刷的比较快的话，就有点看不清你们说什么啊，看不清你们在说什么，就是但是基本你们打字我这都有的朋友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这个直播科技有多么的发达，都你们打字都能看到吗？都是能看到的。所以呢，就是，但是有的是刷的比较快的，或者那种字数稍微长一点的，其实我没等读完，他已经就刷过去了啊。就比如说刘宇宁真帅这样5个字以内的，看得一清二楚。
的音乐降临，我心上一口慢慢品。你能看到？那我要说句话，对我觉得直播就是这样子，我在上面聊呢，你们想要聊什么，你也可以打在公屏上跟我俩互动，你有个参与感进来，我也就很开心，是不是？你别在那就一坐一闷，然后啥也不管就看着，往后也不说话。你现实当中是个社交恐惧症，但你在这网络上你可以张牙舞爪一点啊，但是也要有三观，有那个正向的张牙舞爪啊。有时候你代言个零食呗，首先呢，我代言什么不是我能选的。你以为就是这个行业，就是你想代言什么就是一个超市，你进去选购。你是以为是选购的是吧？应该不会代言啥零食啊，因为我本身我是乐事薯片嘛。虽然乐事合作结束了啊，但是那个合作过啊。对，还有一些朋友啊，我看到有什么朋友发给我，跟我说：“宁哥，你以后直播呀，那个少提一点这个杨超越，因为咱家有一帮就是粉丝，就是有点心情不好，就感觉就是好像你为什么你直播就是播10次有9次提杨超越？你俩要是真在一起了，你们就官宣就完事儿了呗，就是你干嘛在那儿跟粉丝俩在那呜喧喧的，就在那儿来一个就是欲言又止。”首先是这样子的啊，我跟超越妹妹呢，就是还挺熟的，但如果我俩是真有啥事儿的话，我一句都不带提她的。啊，她在我眼里就是纯妹妹啊，而且我们也见不到面，就是没事在网上调侃2句，就这么回事儿。你说你是哪个脑子不好？你说我要是真有点啥事儿，我还搁那叭叭提她。啊，我能提的就是我认为很熟的朋友，他确实跟我很熟，我们都很好，没事闲聊啊。人家确实不错，小孩啊，人小孩不错啊，所以也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我直播呢，就是一些就是直播内容，其实大部分是以这个轻松快乐为主，你们也别太那个上纲上线啊。我咋这个直播间不能提这个人了，那个直播间不能今天不能提他了，干嘛呀？啊，我自己哪有那么多事儿给你们讲？你们还总让我老直播，你们总让我老直播，那我就得播呀，我也想播，但我想播，我得有话题才能播。我搁那坐着给你俩大眼瞪小眼啊，你大眼我小眼，咱们来个大眼瞪小眼，那不行啊，我得找一些话题啊。那我话题来自哪？我第一就工作，第二就生活，第三就是朋友嘛，对吧？我现在生活基本没有了，以前还能聊聊跟你们说卖衣服的东西。卖衣服里边叫人这个怎么叫人欺负干服务员的时候，现在也没有生活了，每天就是干活呀。我已经没有生活了，我只能给你讲讲我的工作。工作讲完了之后，那我还能讲啥？讲讲朋友呗。那朋友就这么几个，今天这个人，那天那个人的，就这么点事儿呗。那我直播我说啥呀？我天天哪有那么多话跟你说？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啊，有些直播里我不提的人呢，不是因为我要避嫌，你听懂了吗？是因为真不熟啊。我直播间能提的都是熟的人啊。有朋友说打了一个男的一个名字，我就最近不提他了吧，他最近事儿有点多啊，别给人添堵啊。
想，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1/1000，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我说宁哥，你21号之前是不是不会直播了？何出此言？我不一定啊，我不一定哪天就播，因为最近那个什么戏确实开始排了，然后但是今天是没戏，然后今天没事儿，包括我今天不给你们播嘛，但我明天有录音，因为录音完后天就正常又开始拍了，然后得干活，因为昨天拍打戏拍到凌晨4点多啊，因为我出工昨天出工比较晚，昨天是下午出工，然后打戏拍到凌晨4点多，然后呢在路上还吃了个，昨天收工跟我那个老师助理在路上吃了个路边摊儿。因为那个点4点多了，没有开的，反正饿的不行了，已经拍打戏打一晚上，没有东西吃，然后在路边摊吃了个牛肉粉还挺好的，然后吃了份炒饭，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然后不会被认出来吗？就可能没那么火吧。也没人认出来啊，因为国民度这一块还是差了少许啊，是不是？有朋友说4点多天太黑了，所以没认出来，跟那也没关系。吃饭的地方灯都亮的，但也没有怎么认不认出来，这无所谓啊。也不会说因为没认出来我会有失落什么的，没有啊。不要瞎想。有朋友说没有美颜认不出来了，这句话有点狠。我刚才心揪了一下，就是怎么说，就是当时就是我走在马路上，然后呢，因为当时我没有化妆，然后也没有美颜，看起来就很普通，结果没被人认出来。人只能是在这个电视上给我画了一个这个满满的全妆，造型做的倍儿巴的，然后当时就是能认出来，啊！你说你多损，你说你多损。我告诉你，我化妆了，但是是用了13号粉底，啊，感觉我好像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在那个洞里挖煤刚出来的感觉啊，13号粉底，再给我戴着帽子啊，没什么认不得，无所谓了啊。有朋友说哥，宁哥，我姐妹说你长得像哮天犬。什么玩意儿？你姐妹说我长得像哮天犬？你什么姐妹别处了好不好？马上跟他们断绝这个姐妹关系，你就别处了，这俩人不好交。啊，这人就是太损了，我跟你说。你快跟他断绝关系啊，跟他闹掰。我告诉你啊，就是人，我跟你讲啊，特别考验人，就是他能当着你面说别人坏话，他就能当着别人面说你坏话。哎，你琢磨，他能当着你面说第3个人坏话，他就能当着别人说你坏话，这就是人。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谁人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人说。所以能不能处你自己想。
有朋友说你有点气急败坏了，是。人都说我长得像哮天犬了，我还不气急败坏？我有多么的就是一个轻拿轻放。哦。有朋友说宁哥，哮天犬不是狗吗？对呀、哮天犬是一只狗啊，怎么了呢？就是他说我长得像狗，然后这个东西我应该高兴是吗？就因为我喜欢狗，我养狗，然后他说我长得像个狗，你这样你试试，你走在马路上随便找个人，一个男的，你跟他说，哎，你长得像哮天犬，你看他打不打你？他要不打你，就说明你把他认出来了。他可能就是真的哮天犬下凡了，你当时让你认出来了啊！你去试试，你看对方气不气急败坏？有人说我老公说你长得真帅，你老公说我长得帅。首先呢，我不信。我不太信。好，这样子，我就当他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么说吧，这个男的啊，我跟你讲，绝对可以。一个男人啊，其实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得大气，得大气，心胸宽广啊，这个才能成大事儿啊！天天小肚鸡肠、鸡毛蒜皮、斤斤计较，成不了大事儿。你就记得这点啊。但是你老公能在你面前夸别的男人，那就说明什么呢？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能处啊，能处。有朋友说我老公天天吃你醋，咱也不能说这个你老公说不好或者什么，这正常，这男人正常啊，男人都会吃点醋。就你想想，你老公天天出去看美女，你吃不吃醋？你换位思考，你老公天天看到旁边有个女的说，哎，这女的身材真好啊，这长得真漂亮，你吃不吃醋？对吧？都一样，所以你也别道德绑架，都一样啊。有朋友说他不会看美女的，就是咱家很多朋友就特别厉害啊，因为很多朋友都结婚了啊，很多说我老公他可不敢看美女，他看美女，哼，他可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偶尔瞟两眼啊，在我想说什么你也别怪他，因为正常，因为人都长了双眼睛，无意当中看一眼，你也别跟他急眼啊。有朋友说我不敢跟我老公说我看你直播，也不需要这么偷摸的吧？我直播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吗？就是会对你影响你的家庭。就是你老公现在就是除了就是咱先不说直播啊，就是别的男演员演的戏啥的，是不让你看吗？还是怎么事儿？还是说就觉得我这个直播稍微有点低俗？有人说我跟我老公一起看美女啊，可以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有你们的爱好哦，你们就开心就好了啊。有朋友说我在看我老公直播，你去看呗，跟我说什么啊？有人说我看你直播，我老妹儿说我花痴，你把你老妹儿叫过来，你把脑瓜子摁在屏幕上，你问他，就我要花痴能看长这样的呀？我不得看个木村拓哉什么，看个金城武之类的吗？我要是花痴，我真花痴，我可能看长成这样的，头都不洗。让他认清现实。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1/1000，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这个朋友一直在那刷帮我写作业啊，管理一找到他给我踢出去。
让他马上出去给我安心写作业，别在那忙到我啊！青春的迷茫和碰撞，但那又怎样？无形的黑暗赋予我更无形的力量。不敢下伏的心发出信号，唱出一声。有朋友刚刚一直在问我说：“宁哥，你现场能看到洛天依吗？”这问题怎么回答？我宁哥跟你就是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啊，把这个心窝子掏出来跟你说，这是我脑袋里最真实的想法。我说的这句话也要信100%啊，就是关于这件事呢，我不敢多聊，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知道就是我说完之后，这个话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啊？你明白吗？我不知道我说能看见也好，或者不能看见也好，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会让所有人满不满意，所以我尽量我都不说，所以咱就不往这边唠了，好不好？我害怕啊。天光暗了，于是火光亮了，准备好出发，已经鸣枪。时间匆匆不停留，日日夜夜一一生活不打烊。自律就是道上的锋芒，专注过好每一分每秒。行啊。青春赋予的力量，热血在燃烧。有朋友说：“宁哥，你以后会拍电影吗？”会呀，我是这么认为的呀。我是这么认为的呀，因为拍电影吧，因为现在可能我没有这个机会去拍，但是我好好先拍戏呗，然后呢，先把目前手里的活现在能干的这些活先给干好了，然后比如说我一不小心就是再往上走一走。那不就有？因为很多人你看，就是可能他之前也没拍过电影，他因为拍了一部剧火了之后，他就拍电影了，啊，所以是不是我就可能就是再火一点就有人拍了呗？就有人找我拍了呗，对不对？可以的，你会拍恐怖片吗？不会。虽然我长得像个鬼，但是我不太想拍恐怖片，因为我自己都害怕啊。我想演什么角色？我演啥角色都行啊，演啥角色都行，演一个啥都行啊，演啥都行，就是不是说我啥都能演啊，是给我什么机会我都感谢的意思啊。不要理解为说你想演什么角色，啥我都能演，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啥都行，给我啥角色我都能感激啊，我都好好努力完成它的意思啊。但目前来看，从今天这场直播来看，我目前最适合演的就是，如果说《宝莲灯》翻拍的话，或者是《大闹天宫》说要翻拍一下的话，我这面可能是演一只哮天犬吧。这一块可能我这个角色稍微能感觉是有点把握啊，因为被路人都认为哮天犬了，真的，你说说。唯一的光，时间热到塑造了模样，是你喜欢的磁场，就是现在出发吧，借助风的力量急流而上，自律就是当上的。有朋友上热搜了，
上了吗，朋友们？上了吗？是热搜还是那个文娱榜？文娱吗 ？OK， 可以的，文娱已经很厉害了，就说明有些人关注到我在直播这件事了。嗯。有朋友带话题说刘宇宁哮天犬，这样话题不要给我带啊！你这都属于我的黑词条。有人说那个综艺还拍吗？什么综艺？我要上啥综艺我都不知道，你都知道我要上啥综艺？问我那个综艺还拍吗？啥综艺？哪个？啊？剧本杀？什么剧本杀？听不懂啊！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玩意儿。从心里传递了火种，周围一盏灯沉默清晰，热血在燃烧，它分定胜负，黑暗里我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我说营销号的事儿不能全信啊，不能全信，就是当时我不知道你们说哪个综艺啊，但后面确实有活儿，嗯。后面确实就有活，但是哪个综艺我不知道你们说哪个，什么剧本杀不知道。有人说你是不是一个不太在意形象的人？我还行吧，我以前是比较不注意，但是最近我改观很多，因为我看人家就是都弄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一年都得有一年的变化嘛，不能去年咋干的，今年还咋干，我每年都在变化，都得有努力的地方。那今年呢，我对我自己要求就是尽量每一个舞台那个包括妆造啊，包括什么机场啊，包括这些就是凡是露出的地方都尽量像个人啊。别造的跟那个是人鬼不鬼的似的。我说宁哥，你现在拍的戏里边有吻戏吗？虽然这个事儿呢跟你没关系。我是一个演员，首先我是个演员，我现在做演员这件事儿啊，做演员这件事儿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上来就是你跟人俩说你什么跟人导演提要求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不专业的一个事儿啊。时间匆匆不停留，日日夜夜夜生活不打烊，自律就是岛上的风貌，珍珠过好每一分每秒，就值得了青春不渝的力。有朋友又打预防针，也这个没东西，这个必要，这个没必要跟你们打预防针啥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尊重你们给我提的意见，但是我自己工作上的事儿，我自己会有自己的打算，谁也阻止不了、干预不了我工作上的事儿，啊，这个是有一个界限的啊。你们可以跟我开玩笑，或者说，比如说宁哥，你现在这个头发太丑了，你把那个头套摘了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日常，我可以把头套摘了。但是我工作上的事，谁指使我说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那个不能干，我这个，不会听你们的。因为首先这是我的人生，而且我的梦想从小就是当明星嘛，
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这件事儿啊！如果我真的能阻止，我可能也就成为不了现在的我，你们也认识不了我了啊！然后呢，还有咱家很多朋友，就是好像是很专业啊，好像是很专业。然后呢，来评价一些我唱的歌，说哎最近，比如说以前说宁哥，我跟你说，宁哥这个人他特别懂音乐。宁哥其实他别看他学厨师，但是他对音乐特别的懂，他一定是特别懂音乐的啊。你别看他就平时乱唱，但是就是他是懂音乐的。为什么？嘎嘎嘎给你列几个点出来，说他的什么什么的各方面，还先给我夸一顿，然后过了一阵呢，话锋一转。我觉得宁哥现在对音乐一点也不认真了。我觉得他是一个现在就有点就是得过且过了对音乐。因为很多朋友之前看过他这个比较专业的点评，那后来他再一说，大家就觉得哦，好像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啊。首先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说过分享过一件事啊，就是我不会拿我的工作开玩笑，永远都是。我唯一有一次拿我工作开玩笑是什么？是哪一次呢？也不是开玩笑啊，是那一次确实是因为其他的活比较忙，然后呢。通告比较赶，我确实那天那一阵我有点崩溃，但这个崩溃不是团队给我安排的，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我现在包括我现在选择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代言、每一个戏，都得我自己选择。我的团队只是来帮我去协调、帮我去运作，但是我接与不接，我干与不干，都是我自己选择。我说不干的，没人能强迫我。然后呢，有一次就是那个时期呢，我就确实事儿比较多，比较累。然后呢，结果后面就有一个晚会，我还记得是个湖南卫视的一个晚会。说句实话，那个歌呢，我只听了几遍，然后也跟着唱了几遍，但我没有去练。于是乎呢，那天我到了现场，发现没有提词器，也有提词器，但提词器在东南西北啊，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提词器。所以呢，那场演出唱的基本每是一首串烧，但基本每个词都唱的都是非常的错。你词都不确定，你都没有底，你那个歌肯定唱不好。但自从那次以后啊，就那次，就你们应该知道那个。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以后所有的舞台，我一定把这个歌好好练练。我一定哪怕这个歌不是我的，我也要好好练练。我都会提前去练这个歌。上台之前，我不是说我会唱，我去了看词我就唱了就完了，我不会这样了。所以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凡是做错一件事之后，我会反复检讨。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从那之后我就不会拿我任何的工作去开玩笑，任何一个工作去开玩笑，啊，所以你不要说我说不喜欢音乐了或者怎么样了，不怎么样了，我不会做那种事儿，我又不允许我自己做那种事儿。说我对音乐不认真了，那不可能。我如果不认真，也不会有这么多好的老师继续找我一块儿合作，继续给我歌，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可以就是在你的圈子里去做你的专业的人士，但不要在我这儿带节奏。就是现在出发吧，借助风的力量激流而上，此旅就是当场的风，专注过好每一分每秒，就值得了青春不渝的力量。原是在燃烧的封顶胜负，黑暗里我就是唯一的光，收回往日汗水，演变成战胜。你说老大还有音综吗？音综，我想一下，好像是后面有，好像是有，但是具体都没定，因为太遥远了。因为这刚过完年呢，人节目组都没上班呢。昨天刚元宵节呢，你得让人过年好好休息休息，整理整理今年的工作呀，其实我这综艺节目呢，其实因为包括我后面马上要去那个，其实去年人就找我了，特别好，也特别瞧得起我，给我一个活干。
那今年就是，但是一直在拖，因为疫情嘛，那个节目不太好录，一直在拖，拖到今年开始录。本来说12月份录的，结果现在2月份了，说2月份录，然后又往后拖了。然后呢，然后后面呢，我也以拍戏为主。我跟大家说了，现在我就以拍戏为主，因为我平时录音啊，包括做专辑啊，都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后面呢，其实整个大部分时间要拍戏为主。那我要拍戏的话，现在你宁哥是接男3、男4。但有一天呢，你宁哥要接男1了，还有这么多时间去录个综艺什么的吗？不可能，所以你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要想让宁哥说接个男1啥的，那可能这个综艺就没了，就是现在出发吧，借助风的力量激流而下，此旅就是当场的风，珍珠过好每一分每秒，就值得青春不渝的力量，热血在燃烧，的风冰胜负，黑暗里我就是唯一的光，收回往日汗水，冷眼变成战胜，而不是永久一场，做你永恒的太阳。要不拍戏更重要？也不是啊，也不是更重要，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上一个综艺和拍一部戏，我会选择拍戏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放在那儿是拍戏比较好，但是综艺是比较轻松的啊，综艺轻松一个月2个月录12期节目啊，而且它也是曝光最快的，就是你录完这一期，你可能下半个月就播了，然后一直12期一直在播啊，你一直都有这个露出。但是戏呢，可能你现在今年拍完了，你明年呢能播已经不错了，能不能播还另说。所以其实拍戏啊，其实都在有一些赌的成分。很多演员拍的戏拍完播不了，都在那哭呢啊。从心里传递了火种，成为一盏灯沉默前行，热血在燃烧。我们的朋友今天过生日是吧？那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有朋友说老大这个子川能播吗？子川当然能播啊，都拍完了，能播。子川应该，应该是多平台一块播啊。有朋友说宁哥，我有个好奇的，就是如果这个戏你拍完了播不了，会给钱吗？哎，你这个问题问的其实也不无道理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演员拍了一部戏，这个戏最后没播，然后这个片酬给不给这个演员？那肯定是要给的啊。比如说什么呢？这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你在一个公司上班啊，你跟你所有的同事去做了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最后赔了。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赔了，你说你老板给不给你发工资呢？你工资能不给吗？不给你能行吗？你告诉我。这同理啊。那又怎样？无形的黑暗赋予我无形的力量，不敢降服的心发。但其实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觉得，对，因为拍戏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无论你这个戏播不播，只要这个戏够好，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人问我说，就是也有那种导演也好，或者制片姐问我，制片人问我说，那个你觉得这2个演员哪个演员更合适？也会问我，我说这个演员是谁？我都没听说过。我就会这样嘛，我就说我这个演员我都没听说过。他说，但是这个人待播剧里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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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说那剧能播吗？他说不管能不能播，但一播的话，他就容易就是有意能行啊。热搜36了是吗？谢谢。我说哦是吗？那就那个什么那，但是那个就是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就是什么呢？你拍过的作品，无论它能不能播，如果那个作品够好，它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后续的东西。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长出一双翅膀，黑夜里也无妨。天光暗了，于是有朋友说你跟曾舜晞最近有联系吗？就过年拜了个年算联系吗？就是过年拜了个年，这算不算联系？就是属于，之前也是有一个制片人问我说：“哎，你觉得曾舜晞和这个人哪个人更适合这个角色？”问了我一个嘛，问了我一个剧啊，说你觉得曾舜晞和这个人更适合哪个角色？首先呢，我这块肯定是跟曾舜晞熟啊。我肯定，我朋友之间，咱不是说卖好，但你宁哥绝对懂这个人情世故啊。他说曾舜晞和这个演员哪个人好，然后我说我什么事儿呢？他说我后面有个什么角色啊，可能要选他俩用一个。我说我不能太明显呐，我不能太明显了。我就说我说我就跟曾舜晞，我跟他拍过戏。然后呢，但那个人我们跟他没拍过，这样吧，我去找一找那个人拍戏的片段吧。我客观的跟人说吧，对吧？于是我看完之后呢，我说那个我看完了，我觉得从戏上来讲，曾舜晞这一块肯定是要戏好一些。我不敢说多了呀。然后呢，我说戏这一块确实是曾舜晞戏好，而且我觉得他驾驭这个角色完全是没问题的他完全是没问题。他说，然后那个人说，哎，另一个呢？我说另一个戏也可以，但是如果跟曾舜晞比的话，我觉得稍微差一点，因为我跟曾舜晞拍过，然后他戏那块呢，虽然这个可能我跟他熟一点，但是他从我客观的说，这个戏肯定好一些。然后他说那你觉得他俩谁像呢？我说那曾舜晞会像一点吧。我这里跟朋友说，我确实有私心，因为那是我朋友那确实有这个有私心很正常，那是我朋友，我希望他上戏，我还问他呢结果呢，后来那个戏官宣了嘛，当时就是用了另一个嘛。有朋友说榜一大哥打钱打不了，因为确实我是给人使劲了，咱这个地方确实不是说卖好但后来确实没用他呀，用的别人，用了我另一个我就在后悔，我是不是有点就是当时没给他吹的有点就是稍微再狠一点。值得了青春风雨的力量，热血在燃烧，分定胜负，黑暗里我就是唯。你们也不要去猜什么剧因为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当然，首先我想说什么呢？人家曾舜晞也不需要我给他推戏，人活不停人活也不断不需要我推戏，只是人家问我的话，我肯定会推我朋友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时间的课堂塑造了模样，是你喜欢的磁场。有朋友说，那你得反向安利，那也不能没有，我当时哪能说去损人曾舜晞，不可能，我就正常实话实说我也没有损对方演员，我当然不可能说就为了去捧曾舜晞去损对方，我只是说相比之下会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他奈何没用呢。但也不是说他不够优秀也可能是他档期。后来我问他了，他说他档期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我只是想说，就是有朋友说刚刚不问我说和曾舜晞有没有联系嘛？我觉得就是我们关系还挺好的啊，虽然没有联系啊，关系还行啊。有人说你给热巴拜年了吗？我怎么的？他是我长辈啊，我过年还得给他拜个年啥的吗？没有，因为嗨，因为我们怎么说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就是演员之间很少互相拜年的，很少啊，因为都知道就是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有很少拜年，除非说有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今天找他有什么事儿，然后我找他说事儿之前，我说哎过年好啊，我这边有个这么个事儿，是这样的。基本没有拜年的，很少有拜年，包括今天我谁也没拜年，我包括很多姐姐，我觉得就是发一些类似那样，没什么太大意思。有人说宁哥，那你给人介绍，有人说给你介绍吗？有啊，这行业肯定有啊，有给我介绍的呀。上次我不是说过一次了吗？我这次不再说了。然后呢，就是都会这样的，就是好人还是多的，虽然有坏人，但是好人还是多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有朋友说怎么定义坏人啊？坏人就是损人利己的人，我觉得称之为坏人。如果你没有伤害别人，你做的任何事，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你为了得到一样东西，你做了任何的努力，任何的奋斗，任何的就是别人不为人知的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就是努力。我说的努力不仅仅是说业务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努力，我觉得都是只要你不伤害别人，我都觉得这都是好人。但是你做这件事，你伤害到别人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否定，我从来不会否定去一个努力的人。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为了上某一个戏或者上某一件工作，他费尽心血，到处找人，到处那个什么，就是那种特别的会那个跟人交流，你懂我说的意思吧？就是为了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促成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样的人，我永远不会瞧不起这样的人了，我反而会给这样的人一个大拇指。我觉得他是特别棒的。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他能付之出努力，而且他付出的努力是我未必能做到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我钦佩他，但只要他这个过程当中不伤害别人，我觉得就是好人。但有些人是为了达到一些目的之后，他会伤害别人，那这个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啊。就千万不要瞧不起就是努力的人和一个比较现实的人，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不要说你自己做不到，然后看别人会有些许的现实，你就觉得他是不对的，错啊。现实很正常啊，也很残酷。时间的课堂塑造了模样，是你喜欢的磁场，就是现在出发吧。借助风的力量激流而上，此旅程是当场的风，追逐过好每一分每秒，就值得了青春不渝的力量。有朋友好像有病，说那个热巴和那个曾舜晞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你好有病吧？别提别人啊，别提别人，没事儿，再让人说蹭人家的。首先呢，我这个人拍不了水戏，我之前已经跟朋友们说了，以后我拍戏，只要这个拍戏过程当中有那种落水的镜头，这样剧本我都不接。不是因为我矫情，因为我心里有阴影，我拍不了水戏啊，我对水有阴影。如果是走在水底下或在水里走是可以的，但只要我脚不落地，就是拍不了。
所以我不会游泳，谁也救不了，咱们自救吧。啊！而且你们说什么玩意儿？大过年主动人掉水里去，是人吗？啊！我说你戴过美瞳吗？我还真戴过。啊，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因为眼睛小嘛，然后呢想要说就是戴个美瞳啥的，然后呢就是说戴美瞳好看嘛啊，而且现在我跟你说，我拍戏遇到很多这个男演员都戴美瞳，绝了哦！我一看那小美瞳戴的都花纹的都戴，我说咱也不是拍仙侠剧啊，这是，所以我也就当然人家有自己的一个爱好啊，有很多人拍戏是戴美瞳的啊，但我是不戴的。啊，我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会阻止我眼神的发挥，然后呢，就但是什么呢？很多那个就是男的戴嘛，我也觉得我也想戴。很早之前啊，眼睛很小，然后我就上网买美瞳。我要买什么呢？就是如果买一个正常的是褐色的就不显，我就买蓝色的。买完之后呢，就是我大概戴了2次，啊，我就因为我眼睛特别小，我买最小尺寸的都戴不进去。而且我特别害怕，我对我眼睛这个保护就特别害怕，就眼睛一离近东西我就吓死了都要。然后呢，就强行戴了2次，但每次戴完之后哭的满脸都是泪水。我每次只要一戴美瞳，就是哭的满脸都是泪水，然后眼睛通红的，我就算了吧，以后别遭这个罪了。后来也没戴过啊。有人说我该怎么引起你的注意？我能看到你们打字，你也没必要引起你的就你要引起我注意干什么呢？就是你在我面前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呢，我追你，也犯不上呀，啊，也犯不上呀，你也不用什么引起我的注意，就在里边就听着啊，没事过来唠2句就行了。怎么样能引起你的注意？那你敢滴眼药水吗？我特别不敢滴眼药水，我滴眼药水都害怕。我就眼药水还没等就是进入眼睛里，我的眼泪已经出来了，然后直接眼泪就给那个眼药水冲走了。我就是吓成这样都，特别容易哭。你别看宁哥好像是很爷们儿啊，但是我莫名其妙就是泪腺特别发达。所以很多朋友说宁哥你哭戏咋样，我就不愁。我很少愁自己说哭不出来什么玩意儿的，不存在啊，站着都哭，站着就自己就哭了啊，就是就迎风流泪嘛，就是。有朋友宁哥，那你那是沙眼？什么沙眼？啊？我眼睛视力非常好，一个眼睛5.0，一个5.1，但是什么呢？但是有散光。我眼睛啊，我给大家就是你们以后可以看我演戏啊，这都是我的破绽。我只要是在户外拍戏，那个太阳特别大，我眼睛就睁不开。真的，不是说强行能睁开。你们看没看那个《安乐传》有个路透？《安乐传》有个路透是我这样一个表情。闭着眼睛晒太阳那个，啊，你们看没看到那个路？我看到那个路透了，就是那个别人拍的我闭着眼睛晒太阳，那个不是我在那装可爱的，朋友们，那个是怎么呢？因为我跟人拍戏的时候，我本来眼睛就小，太阳光一强，我根本睁不开眼睛，就感觉眯着眼跟人演戏，跟个流氓兔似的。然后呢，导演就跟我说你这样式儿，你呀开拍之前，你先眼睛冲着太阳。闭着眼睛啊，晒一会儿，你晒5分钟之后，我说3、2、1开拍，你把眼睛一睁开，你就适应这个亮度了。我说是吗，导演？让我试一下吧。然后嘛，就当时就在那晒的嘛，就拍下来了嘛。其实当时是为了让眼睛更适应光啊。有朋友，所以有用吗？没有任何用。一睁眼，这面本来要跟人说。跟人俩劲儿要较劲呢啊，就说那个啊，我觉得这个天气马上就要变天了，可是跟人说这个话的，但说着眼睛一睁开，太阳太刺眼了，我还得使劲睁着，夸夸流眼泪。
哭了。旁边演员一看啊，哇，这么伤感。天要变了，我看是天很亮，但一会儿下雨，但你这雨先下了呀。啊。等会儿下次演个瞎子就不用睁开眼了。首先呢，想演什么角色不是你能挑的。你以为超市啊？你自己弄个推个框进去选购，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到时候门口一结账就行了。我演过黑瞎子，演黑瞎子，我朋友们是那个纯纯的不刺眼了。那个黑瞎子那个纯纯的不刺眼啊，那个角色，因为他那个全程是戴墨镜的。当时呢，我说句实话，我还问那个什么，问那个导演，我说我在这部戏里就是全程戴眼镜吗？导演说对呀，你在这个戏全程戴眼镜。我说要不要就是再给我选一个口罩？我这一块眼镜墨镜一戴，口罩一戴啊，后期我就人就走就完事儿了。然后呢，后期就是配音老师都给我配上了，就完事儿了。他说那不行。我说对呀，肯定不行啊！那就我全程都戴眼镜吗？我说有没有就摘下来的时候？他说有。我说啊，那就行，我就放心。起码我拍完之后拿个眼镜告诉大家我是刘宇宁，嘿，啊，我是个歌手啊。可能我就，但是确实导演没骗你，全程有一个摘眼镜的镜头啊，但没给正脸嘛。那个时候我还没看，还剧本还没来呢，只是刚接这个角色嘛啊！我的天哪啊！然后呢，对，就是演过黑瞎子，但那个角色我跟你讲，朋友们，他那个眼镜呢，眼镜你正常你回家你也有墨镜，你把墨镜嘎一戴，谁也不爱，不是，把墨镜一戴，你其实别人能在那个镜片里能看到你眼睛，多少都能看到一点，但没办法，在那个镜头里呢不能看到眼睛，所以怎么办呢？就在那个墨镜里边又贴了一层黑膜，黑膜，你懂吗？在那个墨镜里贴了一片特别厚的黑膜，就让你隐隐约约能看到。所以拍那部戏特别累，特别累眼睛，也累眼睛。为啥呢？因为我们拍的都是在那种就是对地道里或者在木下，你知道吗？那里边太黑了，我要找人我都看不清。比如说我要走这条线，我要从那个洞口出去，我得使劲眼睛在里边使劲聚焦才能看清路走，因为里边太黑了。我那个眼睛2层膜，你基本就是跟瞎子似的。真是演个黑瞎子了找个音乐啊，等会儿。I knew I'd see her around. I'd be at some party, she'd show up and I'd be walking out. Or across some parking lot, hiding behind her sister. I'd look up. 因为今天跨年嘛，我不跨年，我后面还有事儿，后面还有工作。对，我还有点工作，我跨年可能不跨，现在10点吧，再播一会儿吧。我刚才好像现在是不是上热搜了，朋友们？上了吗？我有这份荣幸吗？我有这个资格吗？是吧？我发现啊，就是咱家这些粉丝里，我也不是说吐槽啊，有一帮人啊，是真不知道是咋想的，就是他就是感觉就是好像是我妈。我有的时候直播啊，直播说，哎，现在刘宇宁直播也不认真了，他好像把这个热搜看得比直播本身都要重。一场直播就是好像那个没有热搜，他就是活不起了
啊，我不是这个心态，朋友们。首先是这样的，我直播为什么呢？就是我首先我时间花在这儿了，我时间这4个点我花在这儿了，我不是在这玩儿啊，我花在这儿了。我当然希望有更多人来看我直播呀，对吧？那首先第一是我的粉丝一定会来看，那第二更多人认识我了，以后就是你看我最近合作欧莱雅，他们不多少也能买一个吗？对吧？是不是？这都是我的东西啊，这是我的一个福利。第二是什么呢？有些朋友说，宁哥现在啊直播4个小时，就是在那混，他在那混时间，在那熬时间呢，根本就是不直播也不精彩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人话总有说干的那一天啊，也不可能每场状态都好。那你可能你还是我直播看少了啊，因为我直播都会经常就是，比如说哪天状态好。呱呱呱就挺有意思，哪天稍微低落一点就还行啊，但不可能说每天都那么精彩。你以为真有人给我写台本啊？你以为真是个综艺节目，有导演策划啊，有制片人给我弄整场直播？我就是自己拿个麦克风搁那叭叭，所有设备都我自己调。今天开播之前声卡还坏了，我还给人打电话给我调声卡，调完了之后我才上来播的。我这一套直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弄的啊。都我自己来弄，所以能够安全的播，包括刚才下那些小视频，给你们放那些视频都我自己放的，现在这个笑声都我自己摁的。你还要我怎么样？我一个人已经1台戏了，还说我不认真，那你就找一个认真的爱豆去粉吧，啊，我帮不了你了，我已经尽我全力了啊。She could get on with her life, and I'd get on with mine. Thought I would be fine, but maybe not. I knew she'd find a way to get over me, but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get down. 有人说宁哥，你那个东西我去买了，我还跟人品牌方反馈了，我说我跟人品牌方说你们选这个代言人真好，选的真对啊，挺好。这是好粉丝，很可爱的一个粉丝啊，非常可爱，真好，嗯。就夸人品牌方说你选的人真对啊，行吧，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不错，有朋友说那笑声搁哪摁的？什么搁哪摁的？自动的，它这个自动就是它这个，我上次给大家讲过，我这个直播有一个语音识别，它感觉我这句话说的非常搞笑，它就自动就会笑，是这样的。你看刚才这个不搞笑，但是我给你们说一个搞笑的，它自动就笑了。比如说，今天天气真不错，你看，现在虽然已经半夜10点了，但天已经黑了，你看就很好笑，它自动就笑了，就是这么回事啊。然后你把手举起来，我是双手举过头顶。宁哥，这是你房间吗？这不是我房间啊，这是我的，可以说是书房。哎，就是家里都得有个书房，但这里边一本书没有。啊，所以改成一个电脑房啊，就是这里边就是我平时打游戏时候用的，打游戏和直播用的啊。书呢？书都卖了嘛？啊，买手办了嘛？可以看一下吗？没啥可看的，就是这一个电脑桌，长的特别大的电脑桌，然后呢2台电脑，这台直播，那台玩游戏，然后后面都是你们都能看到，
你说玩啥游戏啊？最近在玩这个《消失的光芒》，《消失的光芒2》，还有我好多游戏没有长时间玩，因为一个游戏呢都得很长时间去玩。战神4刚登陆 PC， 我就刚玩了第一章吧，再没玩别的了，丧尸游戏，僵尸游戏我也玩啊。最近我玩那个，前一阵玩那个无人生还，挺好玩的。师傅啊，师傅我也下了，还去那个平台，另一个平台下，不是在 Steam 上下了，玩了一会儿，然后就没玩了。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手残，打不过人家，我就过了一点就玩不了了，玩不过去了啊！叫几个小兵就打死了啊！鬼港实录我知道那个游戏，但是我没玩啊，恐怖的玩不了。行吧，我先不聊游戏吧，因为我直播间里很少有人对游戏感兴趣的啊。他们基本都很少，不像，如果我是个游戏主播，那咱们的内容都是聊游戏，聊这个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这种的，和平精英啊这种的啊，就是但是这个我这个直播间里呢，都是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啊。我不是一个，比如说我和我老婆打双人成行啊，双人成行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游戏啊。但是我也没通关，我玩了一会儿啊，因为都玩了一会儿，就感觉没时间玩。巫师三我也，哎呦，不是说不聊游戏吗？说完这个话题，巫师三呢我也下了，我早就买了。就巫师三属于什么呢？这种游戏属于就是你可以不玩，但必须得有。你的那个包裹里，你的库里必须得有啊！像这种游戏我都有，都买。然后呢，巫师三，然后买完之后打开了2次，都没玩，就看了个前奏。看完之后就玩不下去，就没玩，没有勇气去玩，因为我觉得太复杂了。听不懂啊，行，听不懂，我不聊这个话题了，我聊别的啊。有朋友说自己一个人在家害怕吗？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从小就是一个人睡一个房间，从小自己睡，然后也没有什么害不害怕，我从来不会说自己住害怕。我还有一条小狗呢，小狗陪着我啊，不害怕。有没有装什么？你胆子小？我只是怕鬼而已。还有更多可怕的啊！对，有小狗就不害怕了，叫小狗陪着我嘛。我说强哥不是跟你一块住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跟踪我啊？啊？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呢，没事就给我找点事儿。有朋友说宁哥别回头，你后面有个小人动了，我就期待他们全动起来的那一天。我特别期待这些小人全部动起来，开始跟我聊天，那就我愿望实现了。快动起来跟我聊聊天，然后我带你们好好出去溜达溜达。
And it's time to say F you. 我就寻思等这如果后面这些蜘蛛侠什么钢铁侠这个动起来了，朋友们，我这英语水平就是进步一大段啊！我每天跟他们聊天，我这个英语也呱呱就上来了，就是得，啊、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对啊，有朋友说都是漫威英雄，怕啥？对，都是正义的嘛。这里不仅有漫威英雄，还有正义联盟啊！ win, I want you so bad. Guess I'm 哎，好像有坏人啊，有那个小丑好像是，嗯。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When it don't work out. 对，都是正义的。你是什么英雄？我是键盘侠。我是敖鹰派掌门人。行吧，换个话题聊啊。 Why we fight, I don't know. We say what hurts the most, though I try staying cold. But you take it personal. All these firing shots and making ground, it's way too hard to cope. But I still can't let you go. Go, go.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有朋友说那个央视的活是谁介绍的？你说元宵是谁介绍我去的啊？一般像这样活儿很少有人介绍，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活儿，那就湖南卫视去找我呗。我去江苏的活儿，就江苏卫视找我；去东方卫视，东方卫视人找我呗。那我去央视也央视人找我呗。这玩意儿还有推荐的啊，它跟演戏不一样。你看演戏是不一样，演戏因为它不一样啊。 when it don't work. 因为像央视它就是央视，它是一个舞台，它表演去了。但是你像演戏，它是讲究一个角色，你在这个剧里更适合哪个角色？For the better. 比如有人说给我推荐活儿，也是因为我适合那个角色才去，才给我推荐的。我不适合，比如说让我演一个16岁刚出江湖的少年，他也不可能给我推这样活儿呀，对吧？比如说这个剧里缺一个18岁刚刚踏入江湖，啥也不懂，眼神里充满了天真的一个少年，我演不了。一般他们给我推的活儿就是这个人呐有两面性，亦正亦邪。然后呢，他做出了一些非常极端的事儿，但他心里其实是善良的。他的眼睛里的一看就吃过苦，经历过9981难，但是他心中依然善良，依然执着，依然有他的执念和梦想。基本上给我推活的都是这样的角色啊。 Just ain't right, and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when it all falls down, I'll be fine. I'll be fine.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and I want you so bad, but I'll be fine. I'll be fine. 有朋友老大，你能不能给我说一句艺考上岸？那个祝你成功，你要艺考是吧？行，我跟你说一句，说祝你艺考上岸，是不是？艺考上岸是啥意思？我不懂啊，因为我没参加过艺考，我只参加过烹调师考核证的一个考试。我不懂什么叫艺考上岸啊，就是人家都投入这个艺术的海洋，然后结果你没考上，上岸上了，待着看人在里边畅游，是不是这意思？我不懂啊，就人家说艺考，然后呢一猛的扎进去，然后当时人家就畅游在这个艺术的海洋，然后你在岸上看，你没成功是这个意思吗？祝你不成功是我不懂啊。
啊，上岸就是考上了，那其他没考上就在里边淹着呗。啊，上岸是考上了，哇，是这么事儿啊。希望你们都在岸上，好不好？尽量那个，因为现在冬天水也有点凉，别下雪，给你冻到啊，体格不行。行，祝你们这个中考成功，好不好？包括艺考，包括考研的朋友都能成功。因为看我直播呢，我说句实话，看我直播的人，我不瞒你们说，就是你只要看过我直播，在你人生当中都加一点幸运点儿。真的，比如说你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一个人物属性。比如说有些人身高比较高，那他这可能就是他那个身高那个点数点的比较多，跟游戏一样。比如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智慧比较高，他智慧那个属性点点的高，但是在我的看我直播，你这块幸运加一点，真的是这样的啊。黑我的呢，基本都是加那个诅咒啊，比如说你砸装备什么的，你指定你黑我那些人直接一砸就砸了。但是只要是看我直播支持我的朋友们，都幸运加一点啊，幸运加一点，容易成功，你们去试试啊。真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对吧？你们都知道我是哪来的，你们也知道我是多么的幸运，但幸运和自己自我要求是离不开的。我说你那个宁哥，你跟现代系有消息了吗？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我要上什么现代系？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说过吧？我说有可能，咋就有消息了呢？有就跟你们说了，这不还没有吗？啊。有朋友，宁哥，你仙侠剧有消息了吗？没有。本来是有的啊，但是没去。没有，因为我跟你说，朋友们，我一年就这么点时间，一年呢就一年，说句实话，你最多能拍3部戏，对吧？你就一档接一档，一部戏90天嘛，90天或者到120天。你一年最多拍3个戏，这3个戏你可得就是你觉得，首先你得认可，你觉得拍的是有意义的，不是说为了挣钱去拍个戏，那还行啊。钱你从哪都能挣，对吧？你不能拿自己的工作开玩笑，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所以戏这个东西吧，还是得选啊，选合适的去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因为找过来的本儿确实你想想那肯定是有，但是你不能随便就说去就去了。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ll run right back to you. You cross the line, and it's time to say F you.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你不是后面有男一的戏吗？我还没演呢，我怕被人骂啊，就是会有吧。因为也差不多了，朋友们，就是我不知道啊，我现在就做一个就是大众的一个调研啊，我就做一个调研，我在下叫做刘宇宁啊，我叫刘宇宁，这是一个出道3年了，然后呢，歌曲发了100首左右了，然后呢，戏呢拍了7部，现在就是加我现在拍的戏是一共拍了7部了，然后呢，基本都是男2男3，然后呢，从第3部戏开始呢，我所有的这个配音基本都用我自己的原声。然后呢，拍了7部，有男2，有男3，有男4。然后呢，我现在是这么一个演员，
就是今年的话，我拍第8、第9部戏，我如果接一个男一，你们会觉得这个人飘了吗？咱们做个大众调查，就是我已经演了7部的男2、男3、男4了，然后呢，我今年呢，我想演一个男一，就这件事儿，你们觉得会不会觉得这个人飘了？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and I want you so bad. Guess I'm stuck with you, and that's that. 有朋友说漏不会，漏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不说钝角呢？可以的，不飘是吧？那行，那在下不才，我就接了啊。漏啊 ，no 就是 no 的意思啊，漏就是 no 的意思啊，有口音是吧？漏，钝角是啥意思？选钝角啊。等我一下，我去拿个水去啊。算了，我正好去个那个什么吧，我回来再跟你们播一会儿啊，因为那个再跟你们聊一会儿，我放一个 VCR 好不好？放个哪个？我看看啊。放个哪个？千里江山是吧？好。我正好去个卫生间，然后拿个水过来。落笔青山漫如风，不忘记行这一生，谁扛得住山河中，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携一怒马涌，平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江奔涌，一月清波扁舟，心怀难收。日月浮江流，千年已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情侣愁，山川已如旧，恨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人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卒身后。落笔青山漫如风，不忘记行这一生，谁扛得住山河中，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携一怒马涌，平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江奔涌，
一夜轻薄偏重，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已如旧，怎是我身已腐朽，收回情侣愁，山川已如旧，恨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人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诉身后已无忧。哎，来了啊，回来了。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微博啊，感谢我们这个微博直播的这些朋友们，感谢啊。也感谢今天所有就现场看我直播的这些朋友，然后今天又有一个热搜啊，就是每次直播能有一个热搜，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直播已经是一种常态了，但是每次大家都能给我一个热搜，其实这个热搜呢，就是上完之后呢，就会有更多人看到我直播，就进来看我直播了。也感谢今天每一个参与到我直播当中，就是这些朋友们，谢谢你们，在这里呢，我给你们跪下磕一个，好不好？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啊！为什么用笔记本看着这么卡？不知道，网不好吧？网不太好。有朋友说，我今天我同学看到你照片之后说你帅，这样的同学能处啊？这样的同学呢能处，就是一个同学看到我照片之后，他觉得我帅，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你跟人深交一下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下次呢，再有人就是看到我照片或者看到我视频夸我帅的时候呢，你这样子，你跟他说，你展开说一说。具体摔在哪儿啊？你欣赏他的点在哪儿？然后呢，这样子你呀拿视频给他录下来，啊，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拿视频给录下来，或者是拿语音给录下来发到网上，把他的称赞呢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这样子就是咱们就来一个以讹传讹啊，不是，咱来一个就是那个广为流传，好不好？哎，让他写篇论文，然后交上来。有朋友说祝旭丹老师来了是吗？哎呦，欢迎祝旭丹老师啊！啊，欢迎啊！哎，祝旭丹老师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啊。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这个老师啊，虽然我是怎么认识他的，这位祝旭丹老师啊，他是那个因为我和那个曾舜晞还行啊，他好像在曾舜晞那个剧里演了个周芷若，是不是啊？啊，在下什么掌门人不是在下什么弟子叫什么？他叫什么门派来着？周芷若参见空智大师啊！哦，那个还蛮帅的那个角色，峨眉派啊，在下峨眉派弟子周芷若参见空智大师啊，那还蛮帅的那个，所以我记住这个演员了。然后呢，他现在正好是在那个别的组，他现在在拍《遮天》。然后是那个尹正老师啊，王栎鑫，然后还有那个祝绪丹，他们拍《遮天》呢。然后《遮天》呢也是凌河的，也是白老师的剧组的。所以说我们当时，而且拍《遮天》拍《遮天》的导演呢，正好是紫川的导演，啊，就是他是拍那个没有，比如说他走了，没事儿，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他是那个拍紫川的导演，正好现在在拍《遮天》。那次给那个紫川导演张萌啊，我这个张萌导演去给他探班的时候，然后见了一面啊，认识这个祝绪丹老师的啊。有朋友关系网复杂，这就是一个这个行业嘛啊，你在这个行业混时间长了，你能认识人很多
能认识人很多，就早晚都会认识的。就是比如像你看，像在这个行业混得久的人，比如谁呢？像曾舜晞，他属于在这个行业混了很久了。你别看他年龄不大，他谁都认识啊！哇，他认识人老了。啊，就有一些演员这一块的，基本都合作过啊，就是都合作过。对，就你别看，可能你宁哥年龄大，但是我认识人还是比较少的。这天你没参演吗？没参演啊，没有这个荣幸。希望拍2部的时候我去参演一下吧啊。有朋友你认识黄景瑜吗？我俩老乡，我俩算是老乡啊，因为都是丹东人啊，他也是丹东人，我也丹东人。然后呢，认识肯定是认识啊，因为也在别的活动上见过，然后也打过招呼，然后对，但是没有机会合作啊，那有机会跟他合作，就是很开心啊。你说宁哥，你认识赵丽颖吗？你好像你对我也不太熟吧？啊，你对我比较熟悉的话，应该知道我认不认识赵丽颖啊？对，之前跟那个赵丽颖老师，我们一块录了中餐厅嘛，然后录的那个综艺中餐厅，然后还挺好的，他人也挺好的，还很热心啊，也一般就是热心的人，我们都能成为朋友啊。宁哥，你认识那个任嘉伦吗？我们都一块录过综艺啊。当时他拍那个《玉娇记》的时候，然后呢，我当时也是给那个朱导探班啊，朱伟斌导演，然后去了也看到嘉伦他们在那拍戏，挺好的啊。本来那个《玉娇记》呢，我是要唱一个 OST 的，然后呢，但是因为后来因为那个制作人时间不行，和我时间对不上，后来那个《玉娇记》的 OST 我就没唱得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行，聊聊别的吧，别提别人了，别提别人了，有朋友有唱赵丽颖 OST 吗？有匪这 OST 你没听吗？啊？不有匪那 OST 你没看吗？我唱的吗？有朋友说宁哥你脸上好大一颗痘，你说什么呢？这你说的好像真的挺大的啊，有点疼。今天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还没有，这播一会儿起来了，他们气的，像你们给我气的给我。有说宁哥你好，你可以在乎一些你的形象吗？因为你现在这个形象有点挫，我都不好意思分享你的直播。这么夸张吗？要不朋友们，要么你再给我3分钟，我去补个妆去啊。
你这有点太夸张了吧？我现在这个容颜已经不值得让你分享出我的这个直播。那这样，我把那个补光开大一点。哎，现在好没好一点？现在有没有嫩一些？只不过宁哥，你像一个空气炸锅，你给我在那玩押韵呢。宁哥，你好像一个空气炸锅，头发这么乱，还在这给我们直播。也不押韵呢。有朋友说也不押韵的，这不这多押韵呢啊！宁哥，空气炸锅，头发这么乱，还在这直播，都是发的音吗？这不多这是单押吗？这是压的多狠啊！难道在你心里单押就不算押了吗？不是吧？难道单押不算押？有朋友说我家里人都睡了，我笑不敢笑出声。你去厕所看，你去卫生间看，那个给你个私密小环境啊，可以看一看。可以。有朋友说胸肌，没有的东西咱就别聊了。有些东西就是有的东西可以给大家聊，就不了解这样东西，没见过的东西咱就别给大家聊了啊。有点这个不懂装懂的感觉。有朋友说我就在厕所，你告诉谁呀？你在厕所，你告诉我干什么？你让我给你送纸吗？还是什么事儿？啊！朋友们你打字别打太长啊，因为刚刚我看到有个朋友打字打了好长，我看不到，因为打字一长一下就刷过去了，看不到。然后呢，你尽量短一点啊，然后你打字长有刷屏的嫌疑，容易给你踢出去，是不是？尽量就别太长，你想表达什么，你几句话给表达完了就行了，但别刷太长。行，可以给大家我看现在几点？现在10点40，再跟大家唠会儿啊，唠会儿。你们有什么想聊的、想唠的，你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跟我聊一聊啊。一会儿我还有点别的活儿啊。我说宁哥，你推荐一下护肤品。你是品牌方的吧？对啊，就今天有个合作啊，欧莱雅那个液精华啊，就针对这个皮肤法令纹呐，然后紧致的，可以去看一看。咱家很多朋友已经购买了啊，非常的不错啊，感谢你们的支持。怎么减肥啊？宁哥最近也在减肥啊，没发现我最近瘦了一些吗？比前2天瘦了一些，因为这个下颌线都明显了一些。包括平时这2天拍戏的时候，明显我会看回放，看一眼回放的时候，感觉下颌线稍微就是比以前明显了一些。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减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不吃主食，面条啊、米饭啊这些主食别吃，然后呢糖分呢少摄入，其他的肉什么菜什么正常吃，你就会瘦一些，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又不用你节食，又不用你就是啥也不吃，你就是主食别吃，面条这些东西不吃，馒头、包子、饺子、豆沙包就尽量不要吃。吃菜、吃肉、吃鱼都可以，
啊，你就会比现在瘦一些。然后不吃主食掉头发也不是，别在那以讹传讹，不是人头发的生长要素不是淀粉，啊。有朋友说有朋友说刘宇宁啊，你为什么不找别人代言？是不是因为你便宜？这个话题我还真没问过人家，我没有那种就是像你一样的好奇心，我就问人家说，我说那个你们为什么选择我？我没问过。但首先呢，从便宜这个角度来说，你宁哥啊，是因为说句实话，这个行业里啊，谁接啥活多少钱，其实不能说完全透明，但基本半透明。啊，基本半透明啊，所以呢，就是我通过我半透明的了解来说的话，我应该不太便宜，当然不是很贵啊，不是很贵，但是你说便宜肯定是不便宜啊，但咱们讲究的一个性价比，讲究的是个性价比，对不对？是的，你看，就像我合作的品牌。我首先呢，这一块我自己会去用它，啊，这是我对我自己要求，我自己会去用它。第二是啥呢？第二是很多艺人合作完一个品牌，他除了品牌直播或者品牌活动以外，他永远不会提这个品牌。但是我这么直播这一块就是可以没事跟你们唠两句。所以咱们讲究的就是个性价比啊，就是这个性价比。有朋友用完长痘了，给我闭嘴！我这个痘不是因为我用这玩意用的啊，我是因为让你们给我气的。而且我用这个东西也不是今天刚用。不代表今天刚官宣，就代表我今天刚用啊，朋友们。我说宁哥你在吃中药吗？我前一阵还真的在吃一段时间中药啊，但是那个事儿不能跟你们讲，因为特别奇葩的事儿，我特别想讲，但是我不能讲啊，特别奇葩，我的妈呀！我的人生就是充满了奇葩的事儿，绝了，不是肾不好，不是肾不好啊，那玩意儿没事去补肾干嘛呢？是前一阵是因为那个什么睡眠不太好啊，勾起我的好奇心，我就不讲。海绵宝宝没了，不带演吗？然后宁哥，我看了你，我跟我儿子看你背后的，看你直播，然后他要你背后的手办，你告诉他长大自己挣钱买。你跟他说，宁哥就是这么，就是自己小时候想要什么都得不到，但自己以后想要什么都靠自己工作努力去得到的。你告诉他，还没下播啊，我再跟你们唠会儿嗑，差不多了。我应该在11点半之前吧，11点半之前我就下播了。现在睡得好吗？现在睡得可好了。我跟你讲，人睡不好啊，我跟你讲，就啥问题呢？哈，咱不排除说这个神经出现一些问题啊，
我说的不是神经病啊，我说就是脑神经出现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失眠，这个是正常医学上的。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闲的。人一闲的肯定失眠。你一天从早上9点干立功干到晚上9点，你晚上回家倒头就睡。哎，你可能走走道都能睡着了，你都累的，你都得。所以很多人失眠就因为闲的。你闲的没事干了，你当时你脑神经天天休息，昏昏沉沉的，你也不想睡觉。但你天天干活，你早上9点开始搬砖，搬到晚上9点，搬12个小时连搬。你看你回家你累不累？你睡不睡觉？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and I want you so bad. Guess I'm stuck with you, and that's that.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那你为啥失眠呢？我失眠呢，就是闲的呀。我也闲的呀，就是没事失眠了。也不是，那阵是因为我前一阵就是时差倒不过来。我都是早晨睡觉，然后但是我要一拍戏的话，就得早起，然后状态不太好，我先调节睡眠，吃了点中药，就这么回事儿，不是说什么大病我要吃中药去调理，就救活我自己，不是。喝中药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保养，比如说那个肠胃不太好，去吃点中药调理，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中药吃的真的是。管用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就不评价了。我喝反正是没啥用啊，我喝是没用。我跟你讲，作为一个艺人太难了，我这下巴就起个痘，这一会儿不但有人在那给我来嘲讽我，说宁哥你那个痘痘，我以为是我屏幕脏了，我还擦了半天呢。你说朋友们不开美颜行吗？朋友们，你说我直播不开个美颜不能补个光啥的，那行吗？那能行吗？能啊？妈！真是服了啊！我一直想挡着，跟你们说话。有朋友宁哥，你还会接偶像剧吗？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奇怪的问题？就你宁哥现在就已经不配接偶像剧了，还是怎么事呢？还是说你怕我不接，浪费了我这个容颜？我不知道你啥意思啊？我会啊，我会接呀，因为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古装剧嘛，对吧？现在基本古装剧也好，现代剧也好，只要其实里边的人长得好看一点，其实都能有偶像的元素吧，对不对？怕你不接，没有。其实古装剧，你说它是武侠，说它是仙侠，其实都是有偶像成分的，都是有偶像成分。他不可能找一些，就是你不，因为古装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再说不看脸，也不是再说不看脸，你再说演技，你还是得看看脸的，对吧？这个你得承认，你别天天吐槽这个演技不行，那个演技不行，弄一帮演技超级行的，估计你也未必爱愿看。还是得多多少少看看脸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看古装剧出来的，我以前看的古装剧特别多的就是像古天乐的，古天乐老师、张卫健老师的，那哪个就是苏有朋老师，你说哪个不是美男子，对吧？焦恩俊，那哪个不是美男子
对不对？就是都得看啊。All these firing shots and making ground, it's way too hard to cope. But I still can't let you go, go, go.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When it don't work out for the better, if it just 俺是将军。我看了那个视频呢，那个特别好玩啊。ain't right, and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t all falls. 那今年2022年全都是古装剧啊！今天朋友们，今年估计是个大乱斗啊！啊，今年估计是大乱斗，因为前两天哇，电话掉了，吓我一跳。今年估计是个古装剧大乱斗，因为前两天好像听说那个接到，因为那个什么，因为我这面就是有什么古装剧上了，我有可能会第一时间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有一些平台是找我给唱歌嘛，所以我这么一了解，我今年古装剧真是不少啊。啊，这个《梦华录》是不是快上了，朋友们？简直就是不是？到时候我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我过两天要录那个《梦华录》的那个 OST 啊。是不是？你光我自己参与的就3部啊？是不是？光我自己参与的今年古装剧就3部，就是不加我唱歌了，我光演的就3部。你想想，今年是不是都是剧啊？今年就是一整个期待住了，今年这是大乱斗了。我跟你讲，朋友们，看看我这3部剧哪部戏能够杀出重围，朋友们啊！ I'll be fine. 虽然我都是演男2、男3啊，但是也是有参与，我就有这份荣誉感。我对每一个我拍过的剧，我都会说一句话：你是我的荣耀。'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有朋友，你咋不说《幸福到万家》？《幸福到万家》不是现代剧吗？我刚才说的不都是我古装剧吗？我说古装剧，我说古装这一块儿，咱还没涉猎到现代呢。涉猎到现代这个不是时装剧，不是现代剧，就时装剧都涉猎到时装上，那不更大乱斗了吗？哎，朋友挑理了，那这朋友挑理了，一看就我们丽英姐的粉丝。 大乱斗开始，不管吧啊，希望他们都能成功。反正我是希望，就是凡是找我唱 OST 的这些剧呢，都能够火爆。别的我就管不了了，因为确实我也没有什么参与。但凡是我参演和我参与这个 OST 的戏，我觉得我都希望他们火爆。哎，我觉得这就是不损人利己吧。嗯。 Over
小朋友，《终极笔记2》有的话，你会去吗？就有不了啊。终极笔记没有版权，拍不了啊。就是那都是现在之前拍的那些版权都是之前平台的版权，现在都没有啊。就再拍，估计就是那个南派三叔自己去拍了，啊，他可能自己去他们自己公司去做，但如果他找我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对吧？也不是说不是可以拍啊，但是版权在他手里啊，他想咋拍咋拍啊，问题不是吗？他想拍，比如说他缺一个黑眼镜，那嘎找我，那我就去了呀，不就这么简单吗？啊。我戴米和化妆师混熟没？刚熟一点吧。因为这个组拍摄其实天数没多少，还没咋去呢。过2天就混熟了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剧组这化妆师他们自己也养猫养狗的。啊，以前我去那化妆间呢，他们可能都不养狗也不养猫，但是我这次这个组呢，这些化妆师他本人他自己也养猫也养狗，所以呢，可能对于外姓家的孩子可能就是没那么的稀罕。香肠鸡蛋肯定是没有啊，都我自带香肠去。一般像以前我们上那个组《安乐传》那个组，我只要一进化妆间，我戴米就会跟大爷似的，就是人家那些化妆师，这个给喂鸡蛋，那个又给吃2根香肠，一天去化妆间吃2根香肠，2个蛋黄。到这个组啥也没有，他有一些许失落，所以我怕我家这个小狗失落，我们自己带2根去，对吧？自己家的小狗蹭不到饭了，那我们自己带饭行不行？带2根去啊，挺好的，戴米交朋友了吗？我怀疑戴米不是一只狗啊，真的，我家狗啊，我怀疑它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只狗，因为它不喜欢和狗玩，它只喜欢和人玩。它看到其他狗，它不会有反应，它都不会特别的搭理，很少会愿意跟其他狗玩啊。它小的时候愿意玩，但长大之后基本看到别的狗都不搭理，它好像认为它自己的不是狗。有没有戴米喜欢哮天犬？是，所以有一阵我一直在想，我说家里再养条狗吧，再养一个，因为怕它没有意思嘛。我寻思再养一个狗，再养一只别的小狗。后来想了一想，也不是不能养，但是觉得有点麻烦。第一麻烦，第二呢，我觉得先不养吧，先给它一个人伺候好了就行了啊，天天的。再说，真的是，我跟你讲，其实选择狗啊，包括自己家养狗，都是一种缘分。我怕我真的，我想说我可能再买一条狗，或者再遇到一个狗，未必有这个狗这个性格这么好。我们家狗性格太好了啊，就是没有任何坏毛病。就是很多狗有些脾气不好，或者喜欢咬人，或者喜欢张嘴跟你俩闹什么的那种的。每个狗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护食啊，都算它的习惯。但我们家狗一点坏习惯没有啊，一点坏习惯都没有，特别好。唯一的坏习惯就是，以前总叫
以前小的时候，大概我养1年多的时候，一声不叫，我以为这狗是哑巴呢。我一直以为我家狗是个哑巴，因为它从来不叫。结果呢，有一天呢，我在那个拍戏，我在那个车上，然后突然上来一个服装老师，给他吓一跳，他叫了一声，我说我的天哪，你不是哑巴呀！第一次听他叫，但从那之后开始爱叫了，门口只要过人啥的，他就开始叫，他有这么一个毛病，就是没见过这么乖的狗啊，就是比如说带它去打针、洗澡什么东西，有些狗啊、猫也好，洗澡感觉要了它的命似的。我家狗去了洗澡，就是一直在哆嗦，吓懵了。然后那个包括像打针，它不打疫苗吗？小狗就是搁那一坐，然后呢，它准备打疫苗，然后那个人就弄针一打它身上嘛，就给它后背打疫苗嘛。打完它就这样，回头看了一眼，哎，怎么了？没事，不管了。这边打，他就在那坐着看了一眼，就是针刚扎进去之后这样，哎，瞅了一眼，又转过来了。人大夫都说没见过这么乖的狗，真的是。也不叫啊，也不哼，就是打上了，OK，戴米2岁多了吧？2岁多了，我没记错，应该是拍《长歌行》的时候买的它行吧，有朋友问我说啥安禄山有消息没有消息啊？我没啥消息，最近没啥新消息，因为刚过完年。我公司也好，然后所有的这个哪地方都要休息，刚过完年啊，年后就要来活了啊！年后来活了之后，有什么新活，有什么进度，我会跟你们分享的，好不好？现在是没啥事儿，为啥叫呆米啊？就小的时候觉得它很呆，然后就给它起个名叫呆米，因为我们家的狗有一个优良传统，就叫什么什么米因为我家里有一条狗叫优米，然后呢，它叫什么米呢？就呆米嘛，我家优米其实是2条狗，我之前那个因为有一只优米嘛，叫优米一个狗，然后呢是个可卡，然后呢我们家楼下那个。有放那个老鼠药的，然后也为了毒老鼠嘛。结果我家那个狗就比较淘，就把老鼠药吃了，后来就是毒死了。家小狗毒死了之后，当时我就怕我爷那个心情不好，我怕他接受不了，因为天天我那家那小狗陪着我爷爷嘛。然后呢，毒死之后呢，结果第2天呢，我就想说，那我赶紧再买一个狗，因为我上网搜了，我说这个狗去世了，那家里人怎么办呢？网上就有建议说，马上买一只新狗替代这个情感寄托我觉得也有道理比如很多朋友说失恋了怎么办？失恋了很简单，马上再处下一个对象，你就没有失落感了，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我就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于是呢，我就第2天我马上就买了只别的狗，那个就是一个泰迪，然后也叫优米，它就不改名了。上一只狗叫优米，它也叫优米，所以我爷爷叫它优米。可能那个感情就比较深刻对，咱就来个无缝衔接的叫是吧？是这个意思啊。北方的北风，有谁听懂？呼啸而过，又是什么内容？然后下一只狗准备叫什么米，还没考虑呢也没打算买下一只狗。然后你让你家呆米谈恋爱吗？休想。后的刻在无，爱要很专注。
许下一个愿走自己的路，要去的表情，谁来护送？故事里的人物都在途中，朝天道酬勤，问谁还清醒？有个人一直说我说宁哥太像别的一个艺人了，我没有人长得帅气，你也别刷了，我看了半天了啊，你刷半天了，我却没人长得帅啊，就是别捧我啊，嗯。最近在拍啥戏啊？最近在拍那个这个戏啊，比较波折啊。开始暂定的名字不用了，后来现在改名了，叫做《天行健》啊，叫《天行健》，也是一个清末民初的一部戏啊。清朝结束，然后民国出来的时候，清末民初的一个戏，然后也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题材和风格吧，然后在剧组拍的，嗯。有朋友卓不凡是好人吗？就是卓不凡这个人呢，就是他是不是好人呢？他一定就在特殊时代下，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说他是好人吧，他也是好人；你说他不是好人吧，他也做了一些坏事儿。因为在特殊时代下、特殊的背景下，都是为己嘛，人都为己为生存，然后他会做出一些事儿。有朋友亦正亦邪，没那么高端啊，没什么亦正亦邪啊，只是一个凡人罢了啊。就是立场不同而已。有人说宁哥，你演坏蛋比较容易出圈是吧？也不是啊，演坏蛋当然也分哪种坏啊，就是也分哪种坏。你就比如像，也分哪种坏吧，啊，也分哪种坏。但是演的坏蛋怎么说呢？因为好人大家现在看多了，啊，现在大家看多了好人，然后呢，就是都是那种天真浪漫啊，充满大爱啊，充满正能量啊，然后呢，有一个慈悲为怀的心呐，像这种的人比较多。但是可能偶尔出来一个坏人。但这个坏人呢，光坏还不行，第二还是得长得帅吧。你不是你光坏你就能出来的，你不仅得坏，还得长得帅。这你得说实话，你不能说光演说坏人比较容易出圈，不是的，是坏人长得帅比较容易出圈。就是这个坏人呢，不仅得坏，而且还得帅，然后呢还得精神不正常。我说的精神不正常，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精神不正常，就是那种傻的。大家好，我是刘宇宁啊，不是这种的，啊，不是这种精神不正常，是那种就是那种思维很那个极端的那种不正常啊。这样的可能大家比较喜欢这样的角色，因为比较出彩啊，比较这样的角色其实比较出彩的，有朋友一直说嘛，说刘宇宁这个人可以啊，他这个挺会挑角色的，他每部戏的角色挑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不是会挑啊，因为就是恰好那些角色来找到了我。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也懂一点，就是这个角色上的事儿，也不是懂一点，我是想说，就是有些东西我能驾驭的东西我去接，我驾驭不了的我就不接了
所以我就接的东西还相对来说比较心里有数，不能说能给他演好，但我心里有数。我是属于这样式的。比如像那个什么，像微博之夜说找我主持，那我这样活我肯定接不了啊。上次也跟大家说了，让我做那个红毯主持，我这样活我肯定接不了啊。我知道自己在半斤八两啊，但目前来的那些角色呢，我是能接的，我觉得我能驾驭的我都接，所以目前还行啊。对，我这两天啊，还在网上看有一帮朋友在那骂我们那个剧组啊，有很多朋友在网上骂剧组啊，我想说的就是你是疯了吧？你知道？别替你宁哥找事儿了啊！别替你宁哥找事儿了。还有人在那说那个在那说白老师的。有时候我是真不想提这个话，但是呢，你们千万就是别给我干这种事儿，好不好？啊，求你了啊！我虽然因为白老师我们关系非常非常好啊，非常之好，而且他对我非常之好，我就这么说。我一直在直播间，包括我平时有说，我说白老师是我的恩人，他真的是我的恩人，不是说你们表面上看的那些东西，所以是很感谢的。宁哥做啥事都怀着一个感恩之心。然后呢，你作为我的粉丝，你别替我去造这个惹事儿，好不好？啊，因为很多事儿你是不知道的，你不了解内情，你只看到表面，所以你搁在那儿嘣儿吧的。我说白老师是我的恩人是怎么事？不是都在这卖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说句实话，大家都知道我第一部戏就是因为白老师给我一个男二，当黄子韬男二啊，对吧？我第一部戏我没演过戏，人嘎嘎给我一个黄子韬男二，已经很多不错了，是不是？那你还傻，对不对？这是确实因白老师带我入这个行了，啊，带我入这个行，带我去做演员的。我没有这个机会，我估计我做演员我可能也会做，但没这么顺利，啊。明白吗？而且什么呢？而且白老师也特别好，包括像我刚拍那个《热血少年》的时候，就跟我说，我拍《热血少年》的时候就跟我说下部戏的事儿了，就跟我说要用我那个拍子川，那个时候已经跟我聊地林的事儿了。你想想那是2018年，已经跟我聊2020年的戏的事儿了。当然那个子川是因为太久没拍了，拖时间太长了啊，是因为各种原因。但是那个时候。热血少年拍完之后，马上就给我一个那个什么，给我一个那个。有朋友谢谢蔡老师，不是蔡老师，是白啊，什么蔡老师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说，对，子川是2021年拍的，对啊。那其实2018年年末的时候就跟我聊这个地林，说让我来演这个地林。你想想那个时候我刚演一部戏就敢用我，对吧？所以白老师对我不错。包括其实黑眼镜那个角色真的是，黑眼镜那个角色不是找不到人，然后我说我有点想演这样的戏，然后呢白老师就给我了这个角色，都是这样的事儿的。所以你们最后我到了今天，你们就是好像就是放下碗骂娘了这件事儿，我觉得你替你宁哥去做了，我觉得不太地道。就是吃奶的时候叫娘，放下碗就骂娘，那还行啊，千万别替我干这种事儿，好不好？而且我心里有数啊。白老师真的说句实话，就是对我是不错。刚才我直播之前说那个我们在那吃好吃的，你过来吃一口。我说今天不好意思哥，我得陪我的粉丝们啊。真事儿，他说行的，明天没事儿带你吃啊。
都很好的。你说你在网上再黑人2句，你说，哎我的天哪！所以别给我添乱了，我用一个很正常的方式跟你讲道理，你能听明白了你就听了吧，啊，听我的说的就行了，挺好了。有朋友老大我睡醒了，有朋友说梦华录的 OST 是真的吗？怎么说？你要给我活拦截了吗？我刚才说我说我接了个梦华录的 OST， 然后有朋友说你那个是真的吗？你打算给我半路给我拦截了？还是说到你的这个喜欢的 idol 下面说，哎，梦华录马上录 OST 了，快让你经纪人去联系联系片方。我就怀疑，因为我好多活被人撬了，好像就是因为我直播说出去了。真的，朋友们，有这个可能，不是不可能。有这个可能，跟你们简简单单直播唠唠嗑，我寻跟你们说点真心话，跟你们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工作流程，给活唠没了还行。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活就在这个行业活特别不稳妥，真的。你别好像感觉我们好像感觉你宁哥天天风风光光的，但担惊受怕的。因为凡事没定下来都有可能，因为我身边好多演员，比如说还有3天开机，然后他都到横店了，然后他刚一到告这戏不拍了，非常之正常。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心态吗？我为了这部戏，我推了好几部戏，然后我说我把时间留给你，我给你3个月，结果我3个月临3天开机之前我来了，你告我戏不拍了，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包括很多 OST， 只要钱没打到手，都有可能不用，你明白吗？我之前就录过一首 OST， 录完之后人不用了，我都录完了，是很正常的。所以就是以后要不就这样式儿，我凡是所有的活儿，只要他把钱打给我了，我再跟你们说。好不好？以后就这样子，只要有这个钱这一块打给我了，我再跟你们就说，这样子容易就是，对，钱到口袋里再说。是的，是的，是的。完了，但我刚才已经说了，刚才打听那个 OST 那个。有说宁哥，你嘴上有个把门的，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直播就完全程大眼瞪小眼儿。我把那个后面那个海绵宝宝搬到我脸前面，我绷着那个屏幕，你看海绵宝宝，然后咱们大眼瞪小眼儿。有朋友3000万了，感谢那个刚才我看电话那个我们微博的一个姐姐啊，非常的好，非常好。然后呢，我不谦虚的说，可以就是算是我半个粉丝吧。因为这姐姐比我大，但是她管我叫宁哥。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那个人家就是微博这边特别好，就是意思说我直播了，给我直播就是给一些推送给一些推送啥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在直播嘛。对不对？我觉得也非常感谢，非常之感谢感谢感谢。
今年跨年嘛，不跨吧。我今天播的有点早，我今天6点半播的，现在已经是11点半了，我已经算5个小时了。哎，真的吗？5个小时了。我说我怎么这么累吗？真的假的？咱不能落一个就是为了这个熬时长，就是质量不管的一个口碑啊。今天质量还行啊。对，我是6点半左右播的啊，6点半左右，因为我打算6点播，但是我后来去找歌，然后下视频什么的，耽误了一会儿，然后给你们播的啊。有朋友说家人们有新粉须知吗？当然有。作为刘宇宁的粉丝，就是这个门槛有点高。哎，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不规矩不成方圆。哎，我说的门槛不是说你得多优秀，而且我们有很多规矩啊，就是咱们有很多规则，有可做和不可做的事儿。但是咱们这虽然就是可能门槛比较高，但是享受的这个内容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绝对独一无二啊！你可以货比三家，你可以出去溜达，你这隔壁打听，打听完你再回来，咱就货比三家。追星这个东西也讲一个货比三家，你到谁家舒服或者到谁家不爽啊，就是都很正常。你看你找一家最舒服最爽的待着啊。咱家虽然不属于什么大企业，但是在这个员工福利这一块确实相对来说高一些。北方的北风，有谁听懂？呼啸而过，又是什么内容？厚的刻在无，爱要很专注，许下一个远走自己的路。有朋友说梦华录给你焊身上，所以我想说什么呢？你是制片方吗？谁也不敢说这个话。不是，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找我干活，虽然我不是特别优秀，但找我干活这块性价比肯定是杠杠的。啊，找我干活肯定性价比这块是杠杠的。为什么呢？就是你看这剧还没播，这歌还没录，我先给他预热。咱多了不说，起码今天在我直播间知道有这个《梦花录》这个戏要上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这个直播间里起码最少得有100个人去看这个剧吧。播放量嘎就每天日增播放量100。要去的表情，谁来护送？故事里的人物都在途中，朝天道酬勤，问谁还清醒？与一起为令我好奇干预，雪融了阴霾，呼啸春来，我在天地间豪迈，谁来精彩？有朋友说骂2句我，让我去写作业。啊，就是你现在想你作业没写呢，然后但是我没骂你，你就不想去写，得就是骂你2句，不就是你好像就是那种就是拉磨那种的，就是那种毛驴，然后不抽鞭子不走，是不是那种感觉？还非得抽2鞭子。别写了啊，别写了，你这样子，你这种心态，你想学也学不好。
你要不想学就这样式，你赶紧跟你家里人商量商量，然后呢开始干嘛呢？学个技术。你不小姑娘吗？要不什么呢？学个幼师啊，学个这个是，反正学个技术。你别上学了，踏踏实实踏入社会工作，给家里贴补家用，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吧。啊，那点破作业不爱写。要么你跟你宁哥一样学个厨师，好不好？别看你是女孩，学个什么面点啊，学个包饺子、包包子，去做疙瘩汤啊，去饭店也能干个活。我挑大粪，他挑大粪都挑不了。不好好学习就是这个下场啊！一定得好好学习啊！要不就是再就其次是找个电子厂，找个电子厂去做机件去上班去吧，也是赶紧挣点钱吧。你比你写作业那个可比你写作业累多了。我告诉你啊，我先提前告诉你，你自己去琢磨，写不写你自己考虑。我说不写作业当明星吧，就是意思你作业都不想写，你想当明星啊？啊，你是作业都不想，你想当大明星吗？还是怎么事？你想当歌手还是当演员啊？有朋友说当幼师当幼师的话，那个什么学历也很重要。当然啊，你不仅是学历，你得知道文化水平。第二，你得什么呢？你不仅第二得素质得高，第三得什么呢？得有耐心。第四呢，得会弹钢琴，会跳舞，你才能干这个幼儿教师。你以为那么简单呢？有没有说娱乐圈的终点就是演员？也未必呀，也未必。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发展都有规划，每个人对自己的发展都有规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内心，或者有些人不想发展，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但是演员的终点不一定是演员，不是那个娱乐圈的终点不一定是演员，是看你怎么想。你比如说，因为我问过好多歌手，我说你想不想演戏？他说我不想演。那我不想演，就他们是抗拒演戏的，你明白吗？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宁哥一样能够接受演员这件事儿，能想去演戏，这也是个人爱好。就像我，比如说让我去做一个另外的事儿，我也未必想去。但不是，比如说你看现在艺人都在带货，宁哥你去带货吧，我不想去。对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式的，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规划。但因为我是怎么呢？首先我第一点，我喜欢唱歌，喜欢演戏，这是我确实喜欢的东西。第三，喜欢直播嘛。很多朋友其实我在刚开始去做演员的时候，我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我歌手其实都也没站稳呢，现在也没站稳啊。但那个时候歌手没太站稳，那个时候我也没唱那么多 OST 啊。对吧？现在也没站稳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去演戏的时候，我就怕有人说，哎，你那也不务正业，歌都没唱好去演戏，我其实会有这种担心。当然也有人那么嘲讽我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我知道到点了啊。然后呢，还有，但是我想是说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对我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呢？我不是个创作型歌手，而且我跟你们说，现在那些创作型歌手歌都未必是他自己写的，哎。但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啊。哎，我刚才有点困了，一下醒了。对，这也其实不是什么，没有，但我没有特指谁啊，没有特指，就是我说那个意思。所以呢，我觉得我大部分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空下来的。我现在不是说拍个戏，因为我从小呢，就是看港台电影比较多，比如说看那个 TVB 啊，包括一些那个当时很早啊，王晶导演也拍的那些周星驰啊、周润发的，包括那些那个刘德华老师那些电影，我看那些电影长大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奶奶说，就是什么呢？我说我长大，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大概3、4岁的时候，我奶奶跟我说的，我说我长大，我以后的梦想是要当4大天王。我的梦想是要当4大天王，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小孩的时候，因为这是我长大之后我家人跟我说的啊，说我要当4大天王。4大天王是谁呢？就是黎明、那个张学友、刘德华啊、郭富城。我小的时候，有朋友说有志气，有个屁志气啊！现在听来就感觉有点不务正业。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但那个时候特别小，就几岁的时候。然后呢，所以呢，我从小其实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比较多。但是我一直认为，像那种他们那种艺人呢，你看刘德华老师又唱歌，他又演戏又特别棒，对吧？那包括张学友老师也是，又演戏唱歌又特别棒。然后呢，然后包括郭富城老师演戏唱歌特别棒，黎明老师演戏唱歌特别棒。我觉得就是好像演戏唱歌这两个是不分家的，我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只干一件事儿，或者一定要专注干一件事儿。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有活就多干嘛，这是我现在想的。所以我不仅唱歌，我也想要去演戏，因为确实小的时候被这些特别棒的前辈去影响的啊。就是我现在有机会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就去做它，有机会。像包括像大张伟，他是特别抗拒演戏，他以前演过几个，演完之后他就再也不想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其实也说不出个1、2、3，人家就不想演呗，人家不想演。有一天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制片人问我说，哎，你不跟大张伟认识吗？你这样子，我这个戏啊有个角色特别适合他，你给他发个消息，你说那个什么，你说那个发个消息。问问他能不能过来给我演啊？然后呢，我跟那个制片人说了，我说他不演戏，我说他肯定不演戏，你就别那个什么，他跟我说过了，他说没事，你帮我问问吧。于是呢，我就寻思，那都这么说了，那我给你问问吧。于是呢，我就给大张伟发消息，我说那个什么，我说这边有个人说找你演戏啊，你演吗？然后这个消息呢，3个月都没回我。然后，于是3个月之后呢，我告诉那个制片人，我说他不演。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用沉默代替了回答。等结局精彩，谁都不准离开。是啊，但是人各有志啊，人想选择什么走哪条路都是自己的选择。我走了我就不会后悔，你们也希望你们也不会后悔。就像刚才那个不爱写作业那个人，你不爱写作业，你别后悔啊，你别后悔。有朋友说，大张伟说：“你猜我想不想演？”没有，浅播一下啊。今天没事儿，因为我估计过2天，因为我过2天真开始忙了，我戏比较多，因为开始要补我这一部分了。我这一拍再不拍我的话，戏要杀青了，也没那么夸张啊。再不拍我，就是得补我这块，因为景到我最近的景都是要拍我的景了，所以集中把我的景都拍了。这个包括打戏。
这个戏打戏真的是啊，我一度怀疑这是个武侠。但是还好，因为打戏他做的都很漂亮，还是值得的啊，还是值得的。就是三言两语不合就开打啊，就是暴脾气啊，暴脾气啊，就是俩人一见面，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打吗？对面说可以啊，然后我再回答来了。就开打，就是这样子，就是俩人3句词儿，打吗？可以啊，来，就打，啊，就是有一种就是爷们儿的感觉，就干就完了，有点那种感觉，啊，干就完了啊。但是也有很多好玩的桥段，到时候等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你不是《安乐传》吗？不是《安乐传》，我现在在拍那个《安乐传》，你可能不了解，《安乐传》我是个文官，在下没有武功啊，谁都打不过，就是因为那个《安乐传》里边那个角色呢，他从小就身体不太好啊，身体不太好，然后那个得了病，然后不适合练武功。就是人家练武功必须得有劲儿，他举哑铃啊，或者是这个扛这个担子什么那种推杠铃啊这种的，练仰卧起坐呀、俯卧撑什么的。但他特别的这个柔弱，撑不起来自己，所以不会武功啊，替我省去不少事儿啊。你想想，一个大古装剧，我竟然没吊过威亚，你想想这个角色多么的舒服。有朋友说你演的是京城美男子，对，我在那个《安乐传》里确实演的是京城第2美男子，第1是谁呢？一定是男一啊，对吧？咱从这个咱从那个番位上来说，一定是京城第1美男子，我这边排第2。我排第2吧，其实就是朋友们，如果那个戏真播了。就是不是？如果那个戏真播了，有人来吐槽我的话，那个你们替我扛一扛，因为那个台词里真的有啊，你就是京城第2的美男子啊！哇，太子殿下排第1，就是我能想象到当时此时此刻有多么的尴尬，因为我们在演的时候，我就很尴尬的看了他一眼，演的时候就是。然后你们2位就是京城第1美男子和京城第2美男子，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眼，我眼神给了一个眼神，就是京城的人都死光了吗？难道我们京城的男人都死光了？怎么能轮到咱俩？怎么可能？啊！所以呢，等那个剧播的时候，千万就是你们不要吐槽这个点。因为啊，别的能演，就是演那种有病或者演那种愤怒、悲伤都能演，但演帅气是很难演的。由于弄巧成拙啊，帅气这个东西是天生的，所以是哎。有朋友剧透了。这也不算啥剧透啊，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啊。因为这个小说里就有这俩人啊，小说里边就有这俩人，对他们的描写也有。我说宁哥喝血浆吗？古装剧啊，一般的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是什么？威亚，吊的威亚，然后一定是能接触到的。第二就是血浆，就是跑不了。
你要是在这个古装戏当中你不吐2口血，都说明你这个剧不够虐。哎，你要没有个3、4个吐血的镜头，就觉得你这个几个角色啊都不是重要角色，真的就这么简单。你这个角色在这个剧里边要不吐几口血都不重要。哎，要不再什么呢？你要就是有的还有什么呢？这个剧组还少不了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麦丽素，你们吃没吃过？麦丽素就是一个巧克力丸，然后呢里边是那种威化啊，麦丽素就是凡是就是在这个剧组在这个古装剧里要什么丹药或者仙丹，就嘎麦丽素啊，含1颗下去，嚼碎它啊，吃一牙都是巧克力。病就好了，哎，就是低血糖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低血糖吃个麦丽素就是人活过来了啊，嗯。行吧，差不多了啊。那在这里呢也差不多了，今天我下播了，今天时间有点长。感谢今天所有收看我直播的这些朋友们呢，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那咱们下次直播的时候我会提前通知你们的啊。下次直播提前通知，所以此时此刻我微博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好不好？咱们下次直播就再见了，朋友们啊！那最后呢，结束给你们看一下，可能很多朋友看我直播也有，他可能太卡了，可能很多朋友看我直播也有一种亲切感，他可能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很孤独，但是他知道。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在网络的另一端，有一个见不到的人，给他温暖的陪伴。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打开花旦直播。我咔一播啊，当时咵，这个气质是嘚儿，这个氛围是。晚安各位啊！你不是说播吐了吗？我不是说我吐，我是要播到你吐，播到你受不了，你扛不住。啊，是这样的吗？你是认真的吗？哎，今晚吃什么？能好吃吗？搞笑，这会这么残酷吗？优胜劣汰这么明显吗？宁哥在娱乐圈混那么好吗？打死你！我们只是朋友吗？咱不是一家人吗？我们不是一伙了吗？你隔壁和好了吗？笑声是我自己点的吗？我是雇了一帮人在旁边帮我笑呢。哎，笑一下。你上来就知道哈哈。我给你踢出去了啊！我说的话，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什么是废话？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瘪亲家，3分薄凉，4分不屑，5分漫不经心。要不不笑，要不一笑，就是那种叫的非常有节奏。它是这样，就有没有那种灵光一现那个感觉？啪！比方说口技学一下，我会狗叫，猫啊，羊叫，知了，鼯鼠。差不多得了，给你神经入栽了。当时我也崩溃了，我告诉你那个地方绝了，烦死了，被外星人抓走了。已经8天没播了，声音马上都变了。哥哥，活太多了，太忙了，被剑扎了，被马踹了。刘宇宁别看了，刘宇宁别看了，你是开玩笑还是怼我呢？你是骗我呢？你在这刺激我呢，调戏我呢？你干什么呢？我烫头呢。你倒霉！我这衣服花100多块钱买的，赔了不到200块钱，送了个牛仔裤，给我们赚了。你跟我玩了一招幸灾乐祸，来了一招窃窃私语，热情似火，虚情假意，人情世故，懂了，绝了，值了，亏了，忘了，不高兴了，火了，疯了，累了，困了，虚了，高看你了，脑子进水了，耳返漏电了，海绵宝宝又冲出来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是年轻人就给我熬了”，人品得攒着，粉丝得吊着。在下熬鹰派掌门人流口水，见过各位。有朋友说还没播完呢，关你什么事儿？我直播挨到你家了，占你网了，偷你 WiFi 了，我都不累，你告诉你累了，这也太离谱了。
他们问说怎么回事？刘一鸣怎么又直播了呀？我也不太了解，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我是你刘哥，各位客服帮我解释一下，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